跆拳道来自于朝鲜格斗技术，名称的来源呢是用韩语的台，运用脚来攻击、防守及马步等技术；拳呢运用手来攻击、防守等技术；道练武者对武术、心灵修养及修正，可以强健身体，又能防身自卫，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统搏击武术。竞技格斗为基础，可以修身养性；跆拳道可以磨练意志、奋斗内在精神，更可以培养良好的礼仪及道德，让跆拳道发挥到更淋漓尽致。跆拳道的精神在于礼仪、廉耻、忍耐、克己、百折不屈。我们会借由跆拳道的训练来培养选手果断、耐劳的精神。因为现在比赛后的时间比较紧凑，然后我们在比赛之中只有1分30秒，在这1分30秒，我们就要比较能够见招拆招，然后来去跟对手做个抗衡，然后获取比赛就是一个失误或一个判断赢跟输的之间。遇到困难时，不要轻易的选择放弃，而是要如何冲破难关，坚持到最后。比赛的时候都可能会遇到比自己更厉害的选手，但我常常勉励学生，其实最重要的对手就是自己。保持积极的态度，然后学会从经验中成长，才会让自己更加茁壮。除了在展演的过程要流畅以外，在每个出手、收手以及腰的瞬间的速度都要非常的明确，才可以让表现提升。而动作与动作之间的顿点与单动的爆发力，以及踢击后落地的稳定性，都是非常需要注重的细节。只要坚持，持之以恒，相信成功就在不远处。Hello， 各位直播间的观众朋友，在今天呢是2025年3月13号的中午时间12点半，欢迎您透过台下直播团队的镜头，一同来收看是113学年度的全国中等学校跆拳道锦标赛。在今天来到是台南市的新营体育馆，我是主播王涛，在身旁是邀请到了刘威霆教练来担任今天的赛事讲评工作。刘威霆教练你好。主播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威霆教练其实也是老江湖了，今年是30而立，过往的话是4次的这个世大运的奖牌得主，2届的赛事17加19年，那同时的话也是在16年的奥运国手哦。那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亚锦赛是拿下了是银牌的成绩。威霆教练，回到台南新营体育馆，我看到刚才您也有跟就其他选手去寒暄聊天，了解小朋友的状况哦。那想问一下，说今天的这个氛围感觉如何？哦，其实全国中等学校锦标赛已经办理很多届了，那每一年呢，竞争起来相当的激烈哦，大家是为了这个赛事去争取最高的荣誉。对，那因为之后就要紧接着就是全国中等学校的运动会，对，所以我想大家也是趁着这个机会呢，来考验一下自己最近练习的状况，然后再去做修正。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对于可能说中学或是乃至于大学端的学生来讲的话，全中运跟全大运会是选手1整年的考核。那中学的话3年，大学的话4年，所以在4月即将到来的全中运会对选手来讲会是一个1年度的一个总检验哦。那不过就像威霆教练刚才有提到的，其实能够在全中运之前有一个赛事，在3月中还有1个月的时间，让选手以战养战，进入到赛事状况，我觉得来讲对于小朋友，不管说是高中或是国中组，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就是说，在心态上或是生理上面得到一个调试。是好，那在今天的话，转播的赞助啊，是看到我们在身后的这个 BeRuo 乳清蛋白产品，那非常感谢在这一次呢能够鼎力相助，让我们不管说是跆拳道赛事，又或者是说各项的体育竞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及长足的推广。那回到赛事本身的话，在今天新营体育馆的话，从3月12号到3月16号的时间，5天的赛程不包含第1天的过磅跟检验哦。今天是进入到赛事的第2天，那今天的赛事其实算是就是规划简单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跆拳道是赛事就是打1整天，所有的比赛都会在1天得到完结哦。那在今天的话，要来为您送上的是国中男子组跟国中女子组。国中男子组从55公斤到68公斤，而国中女子组从49公斤到59公斤的赛事量级哦。那随后的话，在明天的3月14号品试赛程，3月15号是高中男子女子组的赛事对打的比赛。3月16号
则同样也是迎来了是高中男女子组的赛事啊。在今天现场的话，一共是有5面的场地啊。那在今天为您会送上其中一场主场地的各项赛事转播。我不得不说，在跆拳道这项赛事来讲的话，真的是蛮辛苦的。就我自己平时可能说播桌球、羽球比较多，就选手的话，可能说一个赛事6天的时间，可能每天就是一场。但对于跆拳道选手来讲，1天就是要打完。没错，尤其这个全国中等学校锦标赛，它报名的人数又会更多。对，所以相比全中运来说，这里1天要比的赛事又多了更多。对。所以其实就说。无论是以前到现在，当然的话，现在会更明显了。就是进入到电子护具时代的话，3战2胜的制度之下，其实每一个回合，第1、第2回合感觉打起来都像是第3回合。所以选手的这个体能上面真的是蛮考验的。在第一场赛事，义竹国中蔡玉轩要来对上的是清溪国中的蓝炳宏，国中男子组55公斤级的赛事。在今天12点半已经是来到下午场次的赛程了，因为在上午的话是没有转播的服务，不过选手们是已经完成了在早上的比赛，那紧接着来到下午的话，当然都是能够成功晋级推进到下一轮的选手了。是。在看到护具方面的话，这次是采用是 Dedo 大道的护具没错。因为今年的全中运也是采用这个大道的护具，所以我想全中锦也是一起来做这个护具的使用。就一个跟进了，对，没错，对，让选手可能说在打击的这个可能说手感力道上面是得到一个熟悉啊。不过其实，在去年的奥运是使用 KPMP， 对 KPMP。那教练自己感觉打起来 ，Dedo 跟 KPMP 哪一个比较适应，或是手感脚感比较好？其实2种的护具特性不太一样。对，因为得分的方式，它在电子护具里面设计的方式也不太一样。对，所以。以趋势来说，其实现在世界跆拳道联盟趋势会想要以 KPMP 护具的方式，去迈进，而且接下来他们也各推出了新一代的电子护具。对，为了因以后让跆拳道比赛看起来能够更刺激。对，这 KPMP 就韩国嘛 ，Dedo 的话就是来自西班牙。那可能总结来讲的话，就是说 KPMP 的这个打击的面积会比较小，那 Dedo 会比较大，这样的认知上面是正确的吗？这么说，以观众的角度。KPMP 的话，它是需要力量多一点，对，接触的面积再加上这个力量多一点，那大道的话呢，它其实是侦测你踢到护具的这个感应面积为主，对，所以以现在比赛趋势的话，可能会希望还是以 KPMP 的护具，以 KPMP 的护具，对。所以就 KPMP 的护具来讲的话，那这边当然是赛前的话，我们可以听到现场是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或者是说所有的选手都是鼓噪鼓掌来为今天的赛事正式展开了。是1分半的时间，首个回合。清溪国中蓝炳宏对上是义竹国中蔡瑞轩，刚才率先取分的是蓝方的蔡瑞轩，3分哦，这个开局。对，它是一个中端的旋踢，再加上一个正拳得分，连贯动作。被逼到靠近边缘的位置。对，又一个中端的得分。这一次的转身没有成功，不过在分数上面的话，现在倒是5比0领先了。对，青方的蔡瑞轩。但是我们可以听到清溪国中的加油声非常的大声哦。对，看来是来参与这一次比赛的人数还蛮多的。我刚才从嘉义过来，我就看说新体育馆外面就是3、4辆游览车很多学校都是集体出动的。没错，而且清溪国中因为它是位在桃园所以来这边其实旅途蛮遥远的。对。最后30秒，再首个回合。就目前看起来的话，首局的赛事还有21秒的时间呢。义竹国中的蔡瑞轩5分的优势在手可以看到在整体的交战上面进攻端打得没有问题，防守端其实也很小心保护好自己的中单位置对。那蔡瑞轩选手他看起来在控制对手上比较有优势一点。近身分开再打，
哦，这一下终端攻击得分+2，倒数7秒。最后3秒的时间，红方在进攻端的尝试屡次不得手。好，首个回合结束，在分数上面的话，其实算是比较悬殊一些哦，7-0哦，3分、2分、2分，是让蔡玉轩在第1个回合成功拿下哦。对，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这个下档的位置。而且青方选手一直在尝试转身的动作。对，目前也是希望大家去多尝试这个高难度转身的动作，可以让比赛其实更加精彩，所以才会让转身分数比较多一点。对，按照分数排比的话，就是正拳或是对手被判罚的话就是1分。对，那2分中端，3分头部。但是如果像老师讲加到转身的动作的话，中端会变4分，头部会变5分哦。是。好，第2回合，1分10秒的时间。好，裁判示意要进攻。中端的打击都有防守住蓝炳宏。这一次缠斗之后再分开。对，但刚刚青方选手有做一个上端的攻击哦。红方一个正拳得分，3-5，蓝炳宏。2位选手在1、2回合都分别是产生护具跟绑带松脱的情况。通常的话，应该是在赛前会是尽量绑紧。以前可能有的会，我看过说绑的比较松一点，就说让他打击的时候有那个缓冲力道。对，但是因为现在其实都是由大会的工作人员来做绑护具的这个动作，所以其实都会去要求说要绑到最紧，而且不会只绑一个结，会让它多一点。对，因为以前的话是选手或是可能说有旁人自己协助直接绑这样，但现在的话都是一律是由工作人员来去做一个绑紧。对，避免去延误到比赛进行。第2回合30秒的时间。对，青方选手一直在做上端的得分。比数很快是来到双位数的比分了。青方一竹国中蔡瑞轩11-3，开低走高，在第2回合。尝试去做转身的动作，不过这一次没成。分开再打，最后10秒。我可以感觉出来，2位选手在体能上面是已经有所消耗了。对，因为节奏其实蛮快的。对，就光这最后11秒的时间就分分合合大概至少4次有了。是，不过时间到点，11-4，蔡瑞轩在第2回合拿下。连续2个回合的话，在这个3战2胜的制度当中在比分上面都是打得相对悬殊，7-0、11-4。看到刚才的 highlight。其实红方在进攻端就是说防守端的话，可能是没有办法去特别巩固好，但是在进攻端的话，至少我们看到他有这个斗志去不断去做尝试。对，没错。就第1场赛事来讲的话，老师你怎么看今天的这个学生的这种奋斗氛围？我想，因为毕竟可能有一些参加全中运的选手，他们主要目标还是放在全中运。那这一次，当然还是以尽力去取得名次为目标啦。但主要还是看自己场上的发挥，我想是更为重要的。对，这也很讲究，就是选手当天状况以及是临场反应。是没错。在赛事上面的话，就是每个回合1分半，中间30秒的休息，那每一组间隔1分钟。
哦，今天就是这样无限制的不断的打下去，直到赛事全部结束。哦，第二组赛事的选手现在也来到场上了。那其实刚刚讲到这个电子护具哦，其实选手或是教练大概都知道说，这个大道的电子护具其实对于前脚来说比较好得分的。对，那在 KPMP 护具上，应该是后脚旋踢会来的比较容易得分一点。对，所以相较两种护具在打起来，可能策略跟使用上会比较不一样。哦，其实这个对于教练来讲的话，就是说，当然老师讲到第一个就是说厂牌的不同影响选手的打法以及教练策略，这是绝对的，这第一个。是。那第二个的话，其实延伸一点去讲的话，就蛮好奇，就是说可能在教练成长或是说打比赛的年代，可能他们没有电子护具，那到现在的这个可能说2025年来去教学，那带选手不管说用 KPMP 或是大道来讲，对，教与学之间会不会有一些隔阂？那又或者是说明不明显？对，因为以看到现在这个很多资深的教练哦，他们以往都是传统护具，对，所以在改成电子护具之后，我想他们也一直在学习哦，然后再看国际的趋势是怎么样去做教学的，然后去慢慢适应这个电子护具的打法。对，所以其实这个说下来也不简单了，选手要打要拼，那教练其实也要做功课。对，教练教学上的一些内容以及策略都要去有所调整。在赛前的话，护具都是要做检查的，无论是说终端的话要去做试踢，确认说能够感应到有效得分哦。头部的位置同样也是哦，因为毕竟是重点得分部位。第二场的赛事1分半的时间，首个回合。我要尝试进攻上端哦，有后脚上端，对，后脚两边。进攻端这一次的话，其实势均力敌，不过3分领先是在青方的陈长宇手上。青方选手有一个后脚旋踢中端得分，5-0。整体对这态势相较红方来讲的话，更加游刃有余哦。整个走位上面，对，他在距离的掌握度上非常好，而且非常擅长抓反击的动作，有一个中端的前脚旋踢得分。对，3分、2分、2分，7分领先，7-0，20秒的时间。裁判示意要积极进攻。这一次旋转的动作。青方陈长宇，红方要想办法追分哦。不过就目前差距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大。2-1，时间到。还有1秒。不过风鸣器响起，首个回合的话，确实哦，7-0的分数也是相对有一点差距。来看一下。对，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其实红方选手他是一直在主动攻击的。对。但是青方选手这个距离啊跟防守其实都做得很不错。而且其实我们看到红方这边哦，在这种双脚连贯动作上面的话，都有尝试去做出来啊。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场边呢，就是说可能女生的这种赛事更常见，就是说教练一定是这种鼓励、微笑、正向去引导选手。那可能男生教练严肃一点，不过我相信就内容上面来讲，一定也是朝这个方向。是，没错。第二回合1分20秒，2分先拿的是蓝方陈长宇。对，其实红方选手很多时间差的攻击，得分的位置也都不错，但是青方都有把它防守住。对。两边僵持，随后是开始近身的缠斗。前45秒过去，2-0领先的还是青方的陈长宇，来自三峡国中。对，青方有一个近身的中端旋踢。
可以发现到红方选手在防守方面，可能还需要再加强一下。好，分开再打。倒数10秒，这一次转身动作是找对手中端。不过分数上面的话是没有，反倒是红方得1分。对，因为倒地了。红方也尝试转身，但是青方选手应该是出界。对。所以1分有给到红方哦，6比2，4分差。最后时间要做追分，时间到不过在比数上的话是就此定格，6比2在第2回合。三峡国中的陈长宇7比0，6比2，握手言和，不伤感情。来看一下，是。虽然红方选手没有获胜但是他有在一直积极想要做攻击，我想这个精神其实也蛮值得鼓励的。对，因为现在的赛事推动的方向跟趋势就是不中断、不耽搁，而且连贯进攻，双脚的这个就是衔接性加上正拳，让整个比赛的精彩度提高对。其实就是希望双方选手多一点的去攻击增加这个比赛的精彩度。当然了，那虽然来到电子护具时代的话，当然这个话题可能说是老生常谈，不过它也是避免不了，就是说，可能很多时候观众看了会觉得说，从以前我们看这种实打实的这种肉搏战，到现在变成有一种可能说双方互踩或是这种互跳的这个赛事内容。对，那可能说甚至到有一点电子护具被滥用，乃至于说过于仰赖前脚的情况。不过其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像是转身动作，这个加2分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分数加成。是。好，第3场的赛事，其实时间很快在12点半开播到现在12点47分的时间，现在已经是来到第3场的比赛了。今天或是明天后天，我们的转播里面一定会剪辑到有一些非常棒的一些精彩转播回顾，我们放在官网上面或是一些普遍。在赛前的话，教练也跟选手去做一些简单提点。就赛前的话，可能说通常在这个时候，教练会给的内容会是什么？因为现在到下午的赛事其实大家早上都有打过几场比赛了。那教练我想会针对对手的可能一些习惯的动作，对，或是提醒他自己选手该注意有哪些地方再去做最后的加强跟提醒对，但是进入到赛中的时候，这个内容上面会偏向指导呢，还是说是让选手自己去做更多的思考跟决定？我想这要看每个教练在指导的习惯上不一样，对，但我想在国中端这部分，教练通常会直接给予下达可能什么动作的指令让他直接去做。国中男子组55公斤级赛事，竹崎高中青方的高伟翔，来对上是红方的对手，来自花岗国中的王红军。Round 1，1分半的赛事，比赛开始。前面15秒，双方是处于比较这种试探的情况。两边的距离就拿捏上面的话都算是不错，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方得分。这一下挂在对手身上，是红端的连续攻击上端有得分，3分。王红军的道服绑带松脱了，所以裁判协助去做绑紧。53秒的时间，在比赛的时候，我们看到可能说，现在第3场的话，相较前面2场会比较明显，就是说在彼此的这种可能说脚步试探距离拿捏上面来的更多一些这就蛮像可能说我们看有时候拳击赛事的那种氛围。对，双方用刺拳在互相试探。对，所以。有一个前脚的下压。这个时候看到，对，因为裁判刚刚是先给青方一个逃避攻击的犯规然后现在因为刚刚上端没有得分，所以现在红方的教练要做出申诉。举牌要来尝试去做申诉。对，利用影像回放来看看这一脚上端到底有没有踢到。对，是有的。来看一下。这一下应该是蛮扎实，蛮明显的。对。
这个是我们在今天到目前为止的第一个申诉哦。是。这 IVR 的话，其实就蛮像是我们看羽球或是网球的鹰眼，或是足球的 VAR， 其实就是透过这种影像回放，可能至少2个视角的方式去确认说人为的这种判决失误不会发生哦。哦，对。那因为这个它是电子头盔，其实但因为脚的部分呢，也不是所有都有电子袜感应的部分，就是怕说可能没有用到感应的部分去踢到上端，就是脚上没有穿电子袜的部分呢去踢到上端。对，所以这时候它就不会跳感应，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申诉的动作。7比0，而这个时候的话，换一边，青方提出了是申诉。两边在目前第一个回合都是要来透过影像科技来确认一下自己的分数是不是能够有效进口袋哦。来看一下。这一下是这个上端，对，但这个视角可能不太好，这个角度对，可能不是很明显。对，因为红方是背对我们，那这个攻击的话，它掠过的面会是在偏正面。对。这一次失败。红方一个逃避攻击。首个回合时间到点，1分半的时间结束，领先的是王红军7比1哦，在第一个回合的赛事。那可以看到，虽然双方选手都是用前脚攻击为主，但是红方选手在连续攻击上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也有比较多的得分机会。在刚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都有哦，就是避战交级比赛的这个情况发生哦。对，红方选手要进去的时候被青方选手粘到中端。1分钟，晋升的得分，对，2比2战平。其实可以听到教练其实一直在给选手这个指导的指示哦。我刚才两边近身缠斗，不过都没有有效打中得分区域，仍旧2比2。倒数30秒的时间，转身的后脚没有。好，分开再打，倒数15秒的时间，第2回合会很关键。到目前为止，双方平手哦。一个前脚的下压，但是差一点点。侧踩得分，对。这很关键哦。是。6比2，时间到点。红方王红军，华冈国中在这场比赛在4个回合来到关键的倒数15秒，成功拿下这4分。这对赛事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来看一下。其实就整体的这个攻击范围来说的话，红方算是拿捏的很不错。对，他起脚的频率以及时间差其实都抓得蛮好的。我在看到这场赛事的话，可能说相较前面2场，虽然第2回合在倒数15秒被对手拿下4分了，不过就内容上面来讲的话，更势均力敌一些。所以在这种可能说两边
6455开的情况之下，也确实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可能说是透过这种犯规或者说1分的这种加分得分来去把比赛的这个胜负啊，去尝试往自己的这一侧带。是。好，摇了，OK。现场家长也都帮这个小朋友去做录影拍照，因为其实对于选手来讲的话，不管说是赛事大小，或者是说就是比赛的这个重要性来说，其实这都是一个成长进步的一个历程。对，我想现在家长其实也都蛮支持自己的小孩去尝试一些不同的运动。其实近年的话，可能说相较于我们看奥运吧，奥运可能会比较有指标性，就是说，可能过往我们从2000年开始，2004、2008，我们在看跆拳道的赛事上面的话，它无非会是可能说，就我们台湾来讲，在当时算是可能说很有指标性的运动项目，是因为夺牌的奖数多，而且次数高，选手也红。可是慢慢的进入到电子护具时代之后，欧美选手的优势产生，亚洲人的劣势慢慢体现出来哦。尤其在12年那个时候的话，台湾是没有奖牌进账，因为第一届使用电子护具的奥运赛事，这样。那所以可能说一来一回，那又到最近2届的奥运，从东京到巴黎哦，羽球项目的崛起，那是这一来一回，可能说以老师，你可能从选手到教练身份转换了，但是心情上面怎么感觉？对，其实我们都知道以往这个我们台湾第1届的奥运金牌就是由跆拳道所拿到的。对。那以往跆拳道有在国际赛上有非常好的成绩，到现在其实稍微。我们很明显看到成绩有点下降那也相较其他运动项目，在国际赛上又有更多的成绩，对，相比起来我们就好像不是那么的突出了。对，那我觉得这也是跟电子护具有关系。对，毕竟电子护具这个不是像以往人为按分的，那也是要确实有踢到踢中，这样才会有构成得分的要素。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成为奥运的正式项目之后呢，更多的国家一同来参与，所以相对竞争来说就更加的激烈。对。那我认为其实从小培养，我想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选手很多都是从小开始一点一点慢慢培养，然后到长大之后才有那么看得出成效。对，所以其实小朋友比赛其实我想蛮重要的，包含像我们这次看到的这个全国中等学校锦标赛，对，在我们那个中华中小学跆拳道联合总会的林德昭会长的办理之下，我想他也是很积极在推广这个基层的运动、基层的比赛包含不止全中锦，还有全国的小学的锦标赛都是他来做这个办理的。所以我想，因为林德昭会长非常的喜欢跆拳道这个运动，也非常喜欢体育，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有在台湾体大兼课，对，所以他很积极的参与这些推广的赛事，目的也是为了让台湾的跆拳道能够有更进步、更好，对，然后在未来能够在国际赛上竞争。老师自己也是从台体大来的，是没错。所以老师这个近距离的观察，还有说切身的感受，一定是很深刻的。对。我看到在转播的场地从刚才我们前面3场的赛事，男子组的比赛现在是转成女子组的比赛了。当然的话，女子组的赛事的话，其实对于女生选手来说的话，可能说规定上面其实也是比较多一些啦，像是可能说涂指甲油的，或者是说头发必须要放在这个电子护具头盔里面。对，像我们指甲的话，因为可能有些女生会涂指甲油，那目前的规定就是你必须要是透明的或者是白色的才可以。那头发是因为如果你头发在外面的话，第一个有可能你会打到对手，再来就是会影响到这个头盔电子护具的感应。对，就基本上你的头盔就是外面不能有其他东西。是没错。女生组赛事的话，在看点上面的话，可能相较起我们前面男生组的话，会更有一些不同可能说在柔软度上面就会是一个看点。因为筋的柔软度，我们单就讲天生了，天生的话女生一定是比较软，那后天训练一定会不同。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可能在前脚跟正手的衔接上面，可能也会来的跟男生看起来会有一些不一样。对。好，在今天为您转播第4场的赛事，在转播场地和顺国中杨嘉玲青方对上是幸福国中的王宇杰，国中女子组49公斤级的赛事赛前的话，同样是来做护具的得分有效测试你指导教练不进场的话，我们直接做一个判定，谢谢。对，我们在比赛开始前都会先去做一个护具的测试，确认护具是没有问题的，才会开始比赛。
两位选手都很冷静。在下午场地第4场，在下午场次的第4场比赛，女子组的赛事。而在今天的话，刚才赛前有跟各位提到，今天的比赛很单纯，就是国中的赛事，男女子组，男生从55到68，女生从49到59。不断的去量测彼此的距离哦。对，那女子组其实很明显会看到她的前脚使用会更多。男生的话可能会比较多，可能会加更多的正拳或者是转身的动作。对，那女生的话就会以前脚为主，转身中端男生会看到更多。对。0-0到目前为止40秒的时间剩下。哦，这一下的中端有2分，是青方的杨嘉玲。近身缠斗分开再打，倒数10秒的时间，再加2分，4分领先。不过时间上面的话还是可以做追击。不过这一下倒地，王宇杰，对，又被侧踩得分，比数会变成7-0。对，2+1。连续2次哦，在倒数阶段再一次倒地，王宇杰。所以目前的话8分领先的优势哦，在首个回合对于红方的对于领先方哦，其实在分数上面的话是幅度比较大。是，来看一下。其实双方攻击的频率差不多，但是新方选手更能掌握一些得分护具的空档位置。对。而且就这个打击的磅数来看的话，其实算蛮扎实的。是。前后挪移的试探红方。在场边的话，幸福国中的加油团。来帮王宇杰做全力的加油。分数上的话，第2局处于落后的情势，0-4。是。这一下有稳住，还好。可以看到，就是包含我们不管说是护颈，或是说其他我们这种就是。可能说保护的这种对护手是要放在道服里面，是，对对对。6-0，蓝方领先杨嘉玲在首回合8-0拿下，现在再一次8-0，对，倒数30秒。转身，尝试转身的动作，对。哇，比较可惜了，这一下两边僵持住，但是又一次倒地哦。对，王宇杰，因为分数落后，而且秒数也剩不多了，所以必须要再更积极的进攻。比较可惜，这一次要做进攻的尝试，但是反倒是自己没有站稳哦。对，连续2次的倒地，2分给到对手。时间到。所以首个回合的话，8-0次轮的4个回合12-0，来自和顺国中的杨嘉玲，青方是击败了对手，来自幸福的王宇杰。那在这场赛事的话，其实分数上面纵使悬殊，不过我们看到就进攻的这个企图心跟欲望上面来讲的话，王宇杰有展现出来哦。尤其来到第2回合，像教练讲的，因为处于落后，所以在进攻端的话，可能要打得更开放，打得更多尝试。是。
对，我想才国中而已哦，其实有这种心态，我觉得非常好。后续其实再加强一些技术的动作，我想，其实都蛮有机会的。对。而且就这个体能上面，其实也是可以跟对手持平哦。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战术技战术这种是后天我们可以慢慢磨练，但是体能这个东西平时没练好，这真的是基本功就缺失了。对。我其实看到对于选手来讲，就蛮好奇说，在可能说选手成团出来出赛的情况之下，那会不会说有打比赛的，然后也有没打比赛的，就单纯来加油，然后帮忙就是可能说选手本身来做助威这样？其实也是会，对，可能他可能是来协助有比赛的选手做热身，或是一些其他方式的协助，或者是来看比赛也有可能哦。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在全中运之前呢，来到全中锦的赛事，就透过这个我们看到围场边成团的各国中的小朋友，还有说就是选手家长，就可以得知说，其实确实跆拳道赛事的话，纵然就是说他可能在赛制上面或者是说观赏性上面的话，这几年会比较有一些讨论这样。不过我觉得于台湾的发展上面来讲的话，其实算是相当正面且乐观的。是。好，第2场的女子赛事是接力登场。确实看到是刚才我们有提到护颈跟护手都是要穿着在道服内，不能露出来啊。那在外面的话，我们看到护具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就是青色跟赤色。那有颜色的位置就是打击的有效区域哦。那主要的话就是从1分到5分哦，前3分的话就是正拳，然后中端、上端，最后的话就是转身动作加上去。竹崎高中的叶佩安青方，而红方是来自埔里国中的陈敏恩哦。那竹崎高中的话应该是高中的国中部啊，因为这是国中的赛事。哦，对。这个赛事的进度哦，就说随着我们时间推进哦，明天品试啊，后天的话到对打赛事，来到高中的比赛啊，那整个赛事的对战内容啊，还有说可能说激烈程度又会不一样，因为高中的话就慢慢往成年人的组，对对对。比赛开始，1分25秒。分开再打。逼退，再缠斗，近身分开。主要的话，主动的优势哦，还有节奏是由埔里国中的陈敏恩在带。对，有一直去尝试一些不一样的得分动作。那现在近身的上端有得分，没错，3-0。又是近身的内挂。哦，但是裁判认为他有先抓人动作，所以这个3分必须先取消。对，因为我们是如果犯规后才有得分的话，这是不算的。对，没错。时间不多，在第1个回合，15秒。2分的差距是青方的追击范围哦，叶安佩。有一个近身的内挂，3分补回来，6-1，陈敏恩在第1个回合。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在还是3-1之前，6-1之前3-1的时候，就叶安佩有尝试去做进攻哦，但是不得不说，就是对手在2脚的这个连贯防御上面，确实都有把对方去给防御住了。对，红方选手他的比较积极进攻一点，而且在动作变化上也相对比较多元。来到第2个回合的话，通常情况之下，选手一定是要打的
更敢拼，是更敢抢。是。哦，现场的话是有发生地震，目前级数不知道，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到在画面上是有所摇晃，但选手心无旁骛，持续比赛，1分20秒。哦，青棒选手一个反击后脚有得分。所以我想，刚刚教练在回合休息的时候，应该也有给选手一些指示跟指导。2比0领先的是青方的竹崎高中叶安佩。陈明恩的转身没有，再一次尝试转身，对，这个中端旋踢差一点点。哦，这一下声音很响哦。是，但很可惜哦，是打在手上，所以没有得分。对。不过在分数上是有变化，4比1，现在3分领先在蓝方身上，再加2分，6比1。哦，确实教练的提醒跟指示在第2局赛事起到作用哦。对。那其实电子护具的特性就是这样，有时候你踢很大声，不一定是会得分的。哦，这近身上端，这一下的话，好，那应该就是两边1比1各取1回合了。是。哦，不过确实哦，就是来到第2回合，首局丢失，次局拿下。哦，在攻防两端，叶安佩都打出了不如相较第1局赛事来的更激进，也且具企图心的打法。因为毕竟，其实如果说今天我们打到第3回合，对，前面2个回合应该两边了，至少可能说1回合半的时候，选手对于彼此的套路或者是说就是习惯的进攻路线都是有所掌握。是，其实大概知道对方的习惯是什么。那打到第3回合，也有一个很大的考验是体能的部分。哦，当然，这前面2个回合赛前我们提到都要当第3回合打，结果第3个回合要当第3个回合打。是。连2枪2比2，先是叶安佩，随后陈敏恩。裁判认为红帮选手有抓人的动作。抓推爆的话都是属于犯规动作。对。那他这个尺度其实还是由主审来去做判定的。对。哦，这一下的话中端得分，陈明恩反击后脚非常的力量非常的大。对。再一下，不过这次没有。好，接着打。红方一个正拳得分，没错。5比5，我刚才蓝方也有2分中端哦。对。但是青方选手离开后攻击。哇，最后1秒，中段旋踢得分。哇哦，这场赛事来到第3局，真的是整个竞争激烈度拉满哦。是。叶佩安在刚才7比6哦，哇！哦，刚才的话从领先打到变落后，随后再次取得分数上的优势。哦，在第1局虽然丢失，不过随后2个回合2、3都能够成功拿下。哦，所以这个真的是不好说。除了说就是选手自己的调试能力、教练的指导，以及包含体能上的考验，这都是综合因素哦。对，这就是目前改新赛制回合制
方面会造成虽然这个第一回合你可能赢很多，但是2、3回合分数是归零的。对，就可能以前我们熟悉是总分制，对，我们算总分，然后3个 total， 但是现在的话变成说是回合制，你第一个回合你赢1分是1分，你赢6分是6分，是。好，所以红方选手其实非常可惜哦，最后1秒被中端选弟踢到。我从刚才落后追平再反超，但随后再一次丢失哦，比较可惜一些。在转播场地，第6场的比赛也是很快迎来，同样是看到是女子组的赛事。仁爱国中洪湘颖对上是文生中学的李彩勋，在国中女子组49公斤级的赛事在前面一天3月12号的话，国中男女子组的比赛算是就是从前头跟尾端开始打，就是说男生从45，然后女生从42开始打，然后呢后面重量级从78以上跟女生68以上开始打。那所以今天的这个量级是处于这个中段位置的，是。男生从55到68，女生从49到59。好，调整一下护具，没有大碍。首个回合，裁判手势下，比赛开始。中端声音有，但分数没。这个还是要踢进足够磅数。对。逼到边缘位置，这一下哇，出界。2分先拿，再加1。在目前的话，仁爱国中的洪湘颖3比0。前脚上端得分，差一个前脚，对，但是差一点点。仁爱国中加油团也到现场为洪湘颖助阵。不过在红方的距离拿捏上面的话，还是相对来得更好一些哦，防守也都有巩固住，持续尝试做进攻。这一下的转身，对，有一个前脚上分得分，再一个中端，比较可惜哦。在刚才3分2分连续5分哦，其实把对手逼到是边缘位置要出警戒区，但是最后反倒是被对手12比0拿下哦。对，那因为现在是8强的赛事哦，在每一回合如果分数相差超过12分的话，就会提前结束。对，裁判会直接就是 call game。对。不过就打法上面的话，确实应该如此，因为毕竟分数上面是有落后的，在这个时候的话去做这种更积极式的抢分哦，随着时间推进是没有问题哦。那来到4个回合的话，当然在把控上面、距离感要再持续努力。这一下转身攻击中端，没有转身，中端的攻击。对他，其实有踢到，但是没有得分哦，反而是红方选手得分。前脚的侧踩得分，3比2，现在取得优势，分数反转，1分的优势在手。洪湘颖，头部的重击这一下，对，所以裁判必须读秒，对，要确保选手能够正常对赛，不然会是 KO 哦。是，这也是要保护选手的安全。对，因为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之下，继续比赛会是更危险的。对。
再次尝试后踢，对。好，倒数15秒，分开，接着打。两边的尝试都没有再做正拳，洪湘颖。对，但是一样是没有分哦。不过次局的赛事6比2比数，洪湘颖。好，在这场赛事的话 ，winner 就是来自青帮的洪湘颖哦，2比0拿下，在4个回合、虽然开局。虽然分数是处于落后，不过随后的话逆势反超，也抢下了次回的胜利哦。3战2胜的制度，2比0。对，那其实很明显也可以看到青帮选手在动作技术上有比较纯熟一些。对，也蛮多动作喜欢会去尝试的、包含正拳、上端，包含后踢。对。哇，这一下就是刚才我们谈到说击中头部上端的动作。其实轻重量级都会有 KO 的情况，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想说，就是重量级力道越重，可能说 KO 一定是更常出现在重量级，但其实都会发生，只是说产生的原因不太一样。对，尤其有时候力量是一个原因，那有时候是角度也有关系、可能说轻量级的话打到岔气，这可能也算一种，对。但重量级的话，那自然就是拳到肉。好，在为您转播今天下午场的第7场比赛哦，同样是女子组的赛事。随着时间推进，赛事场次的更换也越来越快了。平镇国中的巫少妍来对上是竹东国中的对手。双方护具穿戴整齐，确认没有问题啊。在今天呢，赛事的转播上面的话，从12点半开始，预计的话会是一路到下午的6点半了。6点半之后的话就是颁奖典礼，因为毕竟赛事是1天1单位。陈晨晴在态势上面是比较被对手带着节奏，不过现在也开始做进攻。对，30秒过去，其实双方攻击的频率不是那么的高。一半的时间过去，这一下的中端踢击有。对，蓝帮的吴少妍2比0。近身的内挂再加一个中端，连续的得分。对，连2拉2，8比0，11比0，分数不断的叠加，倒数25秒的时间。平镇国中的吴少妍在开赛到目前为止虽然是有一半的时间处于试探阶段，不过随后的这45秒倒是打得非常的积极。13比0呢，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对，12分以上就是直接拿下比赛第1局通常可能说教练自己带学生，或是可能说看学生比赛，碰到这种可能说对方是很明显的，就是说对赛上面是有优势，或者是说比较知名的选手打起来的时候，对，第1个回合结束，来到第2个回合。建议会给什么？其实还是要看他们2个第1回合的内容然后去做调整。对。那当然最多会是，教练可能会看自己选手第1回合是哪方面会有失分，对，所以要他自己去提醒。那也会告诉他说，其实哪些动作其实是有机会踢中对手的，可以去大胆的尝试。就还是要based on在你首个回合的对赛内容。对，虽然也会看对手在之前。可能前几场比赛的内容，但是因为遇到不一样的对手，有可能打的方式也会不同。确实。
第一枪有，对后脚的中端旋踢，蓝方吴少言，在一个前脚中端，在后脚，这10秒之内连续6分得分哦。对，青方选手其实在得点方面很不错。主播，请137场清溪国中陈千宇，请进数字检录。对，在一个近身的中端，逼退。现在看来，红方选手好像有点招架不住哇，这一下头部中，然后随后分数直接是达到14比0了。是，连续2个回合都是用这种12分强势拿下。对，吴少言来自平镇国中的青方选手，在刚才的赛事握手不伤感情，但是确实比赛必须要拿啊。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赛事，应该算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看4场女生的比赛当中，对赛上面实力比较悬殊，而且在打击上面真的算是磅数、重量跟这种就是角度都够扎实。对，尤其青方选手得分完之后的连续攻击，其实做得很好。对。我看到刚才的赛事 highlight， 总体而言的话，第一局的赛事从44秒之后才拿下首分，2分的吴少言来到第2回合，在进攻端开机就来得更早，首回合适应对手的节奏，来到4个回合自然就是火力全开。好，女子组的赛事先告一段落，再一次回到是男子组的比赛哦。在今天看到裁判身后一排的奖杯对于选手们来讲的话，就是 Eyes on the prize， 因为今天的赛事就是今日事今日毕所以一路站到最后6点半来决定说，今天各量级在国中赛事，男女子各4个，合计8个量级的赛事决胜以及冠军是谁对，一整天要比完这么多场赛事其实对选手也是相当大的考验。其实选手在对赛的时候是不能讲话，就说对于裁判来讲的话，就是可能说我们常看到就是，当然我们在赛事上面的话，一定是服从裁判判决，然后呢尊重赛事规则。是。那就赛事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很常会看到说，就是教练会去提醒选手说，要做什么动作，但是选手是不能 talk back。跟教练去做场面的沟通。如果在对赛的时候，其实稍微讲话其实是可以的。是。对，是没有规定说这个选手在赛场上不能够有讲话的动作。应该是指说就是不能够对裁判的这个判决有言语，手势可以。对，可以。对。30秒过去，两边尚未得分。三峡国中青凤陈昌宇对上，这一下转身上端，对后旋踢，他认为有踢到，但很可惜没有跳分。对上是红方新福国中的尤凯成。一半时间过去，后段进发42秒。这一下红方直接站在原地。对，他对他的防御很有信心正面迎敌，结果随后虚晃一枪，反倒是对手重心不稳是。刚才那一下没站稳，所以也损失1分来到边线的位置，上端加3分。上端了。对，前脚的上端得分。这一下其实进攻的想法很好，是，但是距离不够，反倒是自己倒地，所以再给对手1分。首个回合5比0一次的3分上端加上2次的对手倒地分所以在第1个回合是比较可惜对于说落败方来讲，我们来看一下蓝方，红方刚才5比0拿下。
我在这个组合的话，我们看到画面近看的话，其实就可以发现说，身高上面会有比较明显的差距了。是，可能说至少1/3个头的高度距离。当然，对于可能说高的选手来讲的话，就是优势是视野好，那打击范围长，那距离拿捏上面的话，可能会来得更得宜一些哦。那当然，对于可能说个子或者是说身形较矮一些的选手来讲的话，打得凶拼得很，要把自己的狠劲打出来。首先开步的是尤凯成，2-0，连击逼退。哦，这一下有6-0，中端。红方选手看起来，感觉非常有经验啊。而且处理起来非常的稳定。我一直尝试对做高难度动作，对连续这个转身的动作。分开再打，对自己的动作很有自信。最后20秒不到，蓝方要追分的话，现在要抓紧时间了。时间还在跑哦，3、2、1，这一下中端蓝方尝试没有，所以5-0、7-0，在这场赛事的话，连续2局直落2，尤凯成是击败了他的对手。我看到整体的这个赛事内容来讲，打起来还是比较游刃有余哦。其实几次蓝方在进攻端的尝试，我觉得企图性都很好。对，老实讲，对。那只是说，确实我们看到他几次可能说要尝试做这种后脚或者说转身后的这种踢击，距离还是有差。主要是红方选手非常有自信，而且在处理距离以及对手攻击上啊，非常的好。对。不过对于选手来讲，就是说今天呢，就是说虽然输是输，不过我想每个运动都一样，都是成长的养分。对。而且其实国中阶段来讲的话，我们就算3个阶段好了，从国小、国中到高中了。那国小的话，可能还在萌芽嘛，还在发展。但来到国中的时候，渐渐的开始就是可以带一些战术啊，有一些知识储备。是。那同时的话，我觉得在国中这个阶段，算是选手可能说不管说长身体或是身心成长上，会是一个蛮快速的一个阶段。是。对。所以在国中时期这3年来讲的话，我们可能在少年锦标赛来讲的话，就换一个赛事我们讲的话，可能会比较少看到说有选手可能说能够长期连霸。对。因为可能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断的在飞速成长，发育是。所以成绩其实，在国中来说，成绩当然也是很重要了。但我想，在这比赛当中学习到的一些经验，一些这个态度，我想是更为重要的。没错。因为毕竟就是跆拳道运动嘛，以理始，以理终，对，尚武的精神，对。那其实像我自己来说，在国中的部分成绩其实没有很突出，也没有很理想。是，对啊。那后面教练自己觉得，可能说最飞快进步或者说最明显的那一年是在什么阶段？其实升高中之后，对，因为像。我国中也一直在发育，对，那可能在动作上，可能不是那么的纯熟，但是在基础上其实打得很好，所以在身体发育到可能差不多或是完成一个阶段的时候，其实成绩就有慢慢的上来。就威霆教练太谦虚了，就我所知196至少吧，是196，那就说可能国中阶段的时候，教练那时候身高大概是多少？其实我长最多的是在国中的阶段。就国中阶段。对，那时候。大概1年都是大概10公分吧，就是100，1年10公分，对，大概170、180，然后到国3 190。哇，这个真的算是给现在小选手一个很好的模板了。这至少身高啊，至少身高，是。对，因为
可能说，就我们讲这电子护具时代的话，当然了，这也不是说就是3年前、5年前，是2009年开始实行，2017、2022都有规则的改变，这样。对。那只是说，就是来到这个阶段的话，可能说就我自己来看的话，感觉说台湾本土跆拳道选手在身高上面的话，逐渐会有就是往这种身高高发展的趋势。就整体来讲是。那可能说，如果我们回到基层来讲，选材上面会不会也有影响？当然，因为选材其实蛮重要的。其实不止台湾哦，其实在全世界的趋势都是这样子。对，在这个身材上都非常的高挑。对，这个也是全球影响，因为毕竟它不是说只改台湾，它是改全世界。所以身材优势对于电子护具就会更加的明显。49公斤级的赛事，建新国中蓝方的黄世金对上阳光国中的王以恩，示意要进攻哦。两边在开赛都是属于这种比较墨西哥式的僵持哦。双方都是前脚来做试探。先开手枪的是阳光国中的王以恩，2比0，中端攻势。分开回来，接着打，33秒的时间。这场比赛的话，在首回合相对起来是比较低比分哦。对，哇，这一下。下脚一踹是红方直接倒地哦。青棒选手还有很大的机会。只有1分的差距哦。对。比较可惜，最后倒数的读秒阶段没有办法去做追击，所以首个回合的话，1比2，是把胜利让给对手。来看一下刚才的画面。青方来自建新国中哦，刚才这一下的话，迫使对手倒地，所以也是拿下1分哦。那当然，纵使分数相同的话，我们也知道说我们要来比的就是，分数相同，我们要比点数比次数嘛，这样。对，以及这个得分的难度。对，就说我们一定会先算转身。对，转身的难度最高嘛，所以先看转身的得分。熟悉彼此的进攻模式哦，所以在第2回合开赛哦，前面16秒的话，两边的进攻哦更加激烈。对，那可以看到青方选手其实更积极的在做进攻哦。这个时候的话是看到红方，对，教练有做一个上端的挑战，要来申诉一下。来看一下红方这一次的结果如何？这一下我们看到两个人都是背身的画面，那我还是要以裁判为准。对，检视过后裁判为准，这一下我也不好说。对，因为场上有2台的这个摄影机，对，那会去让裁判去做不一样角度的回看。这2台是至少确保说避免可能说视野死角。对。那可能说我们上升到亚奥运的话，就会有这种无差别视角。是，尤其奥运的话，它的摄影机就会更多了。对4台哦，至少。不止，因为它各个角度，包含正上方也都会有摄影机。对。
这一次的挑战等待比较久哦，比较可惜，这一下没算，所以仍旧是0-0的比数。哦，这一下这个上端，这红方倒地一定是有，所以1分一定要先给到对手。那现在换青方教练来做申诉。在这场49公斤量级的较量，在第2个回合，两边都各使用了他们的申诉来尝试挑战。来看一下蓝方这一次画面。对他应该是要看最后那一下有没有去碰到上端哦。脚有往下勾一下，对，就要看他最后有没有去接触到头盔。这个面部是没有感应的，但是头盔后面的话是有感应的。对，所以就看说刚才那一下往下压了那么一下的话，是有没有成功接触到。不过虽然我们都会讲说，就是在电子护具的这个感应上面，可能说，你不光是要踢，你还要踢进足够的磅数。对，假设你57公斤，你要踢进20公斤以上的磅数。就是在中段，就是说躯干部分。但是头部的话就不是这样了。对，头部假设你要踢进20以上，那会是个很严重的伤害。是。对，所以就是只要有能够感应得点就 OK。对，其实头部就是有碰到就可以。刚才的结果不错哦，4-0。所以加3分，现在领先的是青方的建兴国中黄世金。现在红方选手要积极的来做进攻。很明显哦。对。逼退这一下出界。不过今天到目前为止，出界都算是比较明显这种出界。一根指头不算出界，要整只脚出去。是要整只脚踩出去才算。最后20秒，要发起攻势做追分。阳光国中王岩，前脚的下压得分，没错，拉开优势。7-1， 6分差，倒数6秒。红方看时间快到点，裁判有示意要做进攻，但是最后的这倒数6秒时间应该是选择就是原地 standby 了。是。在刚才第2局赛事，青方那局 ，sorry。刚才那一下，青方的挑战成功，上端加3分很关键哦。对，加了3分之后的话，对手打得更激进，所以在次回丢失哦，所以让现在赛事也来到了延长第3回合。前脚的中端旋踢得分。这一下交传倒地的是红方。对。最后1分钟。
3比0领先。这一下倒地的再一次是红方的王以恩。加一之后，这一次的话打上端哇，确实可以感觉到选手的这个挫败感。对，那金方选手其实从刚刚第2回合就可以发现到，他在掌握对手要进来的时候的第一拍反击前脚上端抓得很不错。请选手张建安请至解度5解度。倒数10秒，0比8落后，红方王以恩还是有尝试去向对手发起进攻哦。不过这一下进攻不成，角度没站稳，所以再一次的倒地，在这个回合是第3次哦。对，那他这加上这个倒地，应该就超过12分了。确实，所以12分是让蓝方建兴国中的黄世金拿下第3局2比1哦，输1追2，那确实可以看得出来红方在心情上面 absolutely frustrated， 就是真的是很难受，因为毕竟在第2回合的话。先是自己的申诉失败，随后的话，对方的申诉成功，上端加3分。对。那打了积极，打了进攻，但是不成，所以丢失4回。那来到第3回合，3次的倒地，然后加上几次在进攻端不得手，最后丢失比赛，确实整个心情上面会比较不好。是蛮可惜的，因为两边的实力都很不错，也都差不多。不过必须给予鼓励哦。是，就是这个拼战精神维持到最后一刻，这都是要给予选手嘉奖。在刚才这一场赛事，青方胜出哦，2比1，输1追2的比赛。在现场就是台南的新营体育馆啊，在田径场旁边，这新营体育馆这面场馆的话，到目前为止是开了5面场地为您转播，是其中一面主场的赛事哦。那其他4面的赛事也是如火如荼的展开中哦。因为各两节的比赛在今天都是要去寻求这个冠亚军哦。那在赛制上面的话，除了这个冠亚军之外，那输给冠亚军的选手的话，就是从第5名开始算；4强之外的话，就是输给4强的话，就是从第7名开始算。是。其实就我们顺便看到，就是说教练已经在热身了，准备好要申诉了。那当然这开玩笑，就是说，其实现在于这个赛事来讲的话，能够申诉的项目其实并没有到特别多了。对。就说主要的话，还是可能说时间有错误，分数有错误，或者是说针对一些重点位置的这个给分了有没有正确来去做这个重看。其实最主要还是针对自己我方选手的犯规，才可以去做挑战。那相较以往，其实差最多的是上端哦，因为曾经上端其实最以往是可以做申诉的，那中间又被说又改成说不行，对，那现在又改成可以。这个就是赛制不断在改变，那只能说选手跟教练要适应。不过上端真的算是一个蛮重要的位置，对，这3分起跳，5分到底。对，和顺国中的杨桂玲要来对上是平镇国中的潘千涵，在这场赛事青方对红方，0比0到目前为止1分10秒，首个回合。青方选手一直连续的攻击，虽然规定是说就是当然了，也没有打脚部以下、腰部以下，但是通常这种就是双方互相连击，教练裁判是不会干预的。对，基本上你不要太明显的这个攻击腰部以下的话，对，如果在连续动作当中，裁判并不会去做犯规的这个抓你犯规的这个动作。两边持续僵持到现在倒数15秒的时间，尚未有其中一方取得分数。
0-0，倒数10秒不到。中端没有分，红方。对，但现在红方有多一个感应点，哇！所以这样子就会是红方获胜。哦，这个就比较可惜，因为我们较量的就是细节了。对。这分数没有我们需要的话，比这个点数次数，那得点嘛。对。那这个得点就是他其实是有接触到电子护具了，但是不构成得分的磅数。对，这个就会被记成有一次的得点。好，来到第2个回合，首个回合的话就看下来，内容上是属于两边了，就彼此试探，对，距离拿捏，还有说熟悉彼此的这个进攻线路。变更，我们4-5场地的4强赛程维持在各自原本的场地进行。重复广播，4-5场地4强的赛程维持。其实双方攻击的频率蛮多的，但是在得分的掌握上就稍差了一点。就有效打击比较少。对。监督组广播，请45秒，一半时间过去，在第2个回合。还是都没有办法掌握到有效的得分。哦，红方选手在护级当中得分，没错。中端的位置，2分入袋，潘建涵。不断的去纠缠连击哦，不过在分数上的话，2-1还是有1分的优势在红方手上。裁判认为他刚刚有挡脚的犯规。哦，时间还在走哦，0.94秒。是。蓝方倒地，再给红方1分，时间到，来不及去做最后的有效进攻哦。3-1，潘建涵在第2回合拿下。所以在这场比赛的话，潘建涵2-0是收下了胜利哦。那第1个回合的话，就是打的真的算是这种刺客对决。对。就说得分没有，但是算点数我有1个。是。那来到第2个回合的话，就是透过对手1次倒地以及1次有效的中端攻击3-1。其实现在的比赛都是强调说，就是要积极进攻，不要守分哦。对。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得分有高有低嘛，可能说领先但是领先多，领先但领先的少。那通常在可能说哪一种情况之下，就选手我们讲本能反应上会更想守分，但我们知道希望不要这样做。但是哪一个更可能会这样？高领先或低领先？当然也要看双方的实力啦。但我觉得以目前来说，可能分数要拉开到很多，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对。虽然我们前面有看到2场12-0，也是有，对，也是有，但是尤其到了后面，可能高中或是社会组的时候，对，真的要有实力非常大的差距，其实也不容易。对，那其实如果说在同个量级、同个年龄阶段的话，大家训练水准差不多的情况之下，对，技术水平不会太差了。对。尤其女生的状况，可能平手的状况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刚才那场比赛也是我们在今天下半场为您转播赛事的第1场赛事，是有其中1个回合是选手没有得分的情况之下拿下的。49公斤级国中女子组，看到这场比赛开始，金方信义国中小的黄雨欣对上是红方竹崎高中的叶安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是熟面孔出来了。刚才叶安佩的话已经是打过第1场比赛了，下半场的赛事。对，但两边都蛮小心的。
脚长的优势。黄允欣在距离上面不断的去出脚做试探，但是红方的叶安佩也有不断的尝试去巩固住自己的防线了。但刚才这一下上端3分是给到了黄允欣啊。在一个上端的内挂，挂进去6比0。时间到点，那这个回合哦。在第一回合，伊安佩到最后是还没有分数进账，不过对手的话是靠着2个的上端攻势拿下6分了。来自信义国中小的黄雨欣，在刚才首回合6比0拿下，来到第2个回合，就要来看一下说在红方这边，伊安佩要怎么样去做在进攻还有防守上的变化，尝试抢分。对，裁判认为红方选手有一个挡脚的犯规。前脚的上端得分。这下也有哦，6比0。再中一颗上端。对，青方选手在蛮善用他的前脚来做得分动作。哦，对，也可以搭配后脚中端旋踢。3+2，11比0，再1分直接拿下。红方被逼退，可惜叶安佩这一下没能够挡住，所以是13比0，让新国中小的黄雨欣抢下第2回合。那换言之的话，就是2个回合2比0。第1个回合的话是透过分数直接灌顶哦，拿下。再来到我们往可能说3点、4点、5点推进，一定会看到更多我们前面看过熟面孔的选手。那同时在可能说我们看整个神情表情或者说动作的移动上面，当然我相信每一位都是尽力表现最好，但是会慢慢的略显疲态了。是。在今年哦，就说其实跆拳道的重大的这种活动或者说赛事哦，可能说在今年1月的话，因为新的周期了嘛，奥运结束，亚运在22跟24亚运奥运结束嘛，那所以的话就是新的周期嘛，所以在今年年初的话，1月亚运的初选哦，品势对打都是结束了，那所以的话在3月底哦，25、26到30就会迎来是亚青的这个选拔赛。选拔赛是，而且其实亚青也就是算是重点赛事了。是，没错。而且亚青选拔赛之后的话，来到5月中哦，5月10号到14号的话，很快就是世青赛。对。要把头发绑起来哦，因为要把整个头发是盘在头盔之内。52公斤级赛事，凤鸣国中的曹明婷对上是和顺国中的康瑜珍，青方的曹明婷对上红方的康瑜珍。好，整理完备，来迎接这一次较量的第1个回合。青方选手很积极哦，一直在压迫对方。
到目前为止仍旧是0比0。45秒过去。分开再打。开赛的话，两边节奏较快哦。现在来到倒数20多秒的时间了，两边是相对放缓。对，但现在优势是在青方选手这边哦，得点的点数较多。对，对哦，让红方踢到中端有分，哦、关键青色也踢回来。哇！但是红方又在一个中端。哇，这场比赛在最后的这10秒之内哦，峰回路转哦。我从原本是要想说0比0算点数，到随后的话是2分来回。对。那其实青方选手比较可惜一点哦，他一直在做步伐的试探压迫，但是在攻击起脚上真的比较少一点。哦，所以调整一下心态。第2个回合持续进发哦。这我想也算是，当然各个运动都是来到读秒更关键了。但是跆拳道赛事刺激跟就是观赏性会来的特别高的点，一定是又是在这可能倒数最后几秒。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 1, 2一下连击，可能说就是3分5分。是。那对于赛事就很快走向就被带开了。是，所以我想这也是改成回合制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哦。好，这一下有中端，青方。率先开壶的青方曹明庭，2比0。第2局后半段的时间，哦，再加一个2分中端。现在红方必须更积极一些了。我调整一下袜子的部分。最后10秒，0比4落后。他们真要想办法去做分数上追击，中段的尝试没有。对。反倒是对手再加2分，6比0。时间到点哦，在第1个回合赢得惊险，但来到第2回合，分数的话就是都换到了是来到青方的曹明庭身上。对，可以看到青方的曹明庭，他因为可能相对于对手身材不是那么的好，所以他比较多利用近身得分的机会以及步伐的移动，让对方的攻击比较没有效果。对。好，来到第3局的赛事，双方手握1局，进发3局。后面国中曹明庭在上一次的全中运哦，其实是在他的那个量级哦，当时是44公斤级的量级哦，第2名哦。对，那刚刚也是在一个金身的中端，双方都有。尝试近身的内挂也有得分，对，上端3分。哦，这场比赛来到第3局赛事是进入更高的张力哦。是。两边都有取分，这一下靠近身，但是分开再打。8比2的优势让曹明庭打得更加的积极。对，很聪明哦，他一直近身黏着对方做攻击。对，
连续2分2分，现在来到12分，不过对手也有2分在手，所以并没有灌顶。倒数30秒。对，在一个中端，哇，这一下关键，中端得手，所以14-2哦。这一来一回的话是12分差，直接拿下。在首个回合哦，来到读秒阶段，惊险但丢失，但是最后4局跟第3局都能够成功拿下。曹明宁这样赛事的话，打得够惊险，也够精彩。对，也蛮冷静的。在刚才这个听到场边，因为我们这个主播台的左手边就是这个观众的这个部分2楼的加油区哦，所以我们都可以很明显的听到，很清楚的听到，就是各国中还有加油团给自家选手加油的这个声音哦。这个自己教练打比赛的时候，可能说听到加油声是紧张会更多一些，还是说被鼓励鼓舞更多一些？当然，因为听到自己队友在帮自己加油，这个会让自己更加的兴奋哦，更兴奋。对，尤其比赛后面可能很累的时候，可能因为这个加油声让你又多一点的力气。对对对，因为在比赛当下，这个选手体能快速消耗，肾上腺素飙升，而且整个身体变得非常的燥热。对。接下来同样是看到女子组的赛事。武术公斤级，仁爱国中的洪湘莹要来对上是清溪国中的陈千羽，青方是洪湘莹，而陈千羽是红方。手势下，比赛开始，两方碰拳，1分26秒。彼此试探，尚未有其中一方得分。不断的用前脚去试探彼此计算距离。对，但都没有达成得分啊。双方都尝试后脚，但是都差一点点。先开手枪，对，是红方清溪国中的陈千羽。在一个前脚，4-0，刚好时间到点哦，分数来的又快又急。在第一个回合，陈千羽是在读秒的阶段。打出了关键的4分2个中段。对，尤其双方在很僵持的情况下谁先拿到分数就会造成对方很大的压力。休息结束，第2个回合，来看一下说青方是不是能够去做追击。对，仁爱国中的洪湘莹。在身高上面是有优势其实红方选手策略蛮明显的，一直打有点游击战的感觉。40秒的时间，最后在第2局。第1局开低走高，倒数阶段抢下4分，裁判示意继续做进攻。对。
那其实像第一回合一样，又到后面关键的时候，双方都是0比0。对，中段接下没有，中段差一点点，但优势是在红方这边。3.94秒，需要关键的一次得分哦，青方洪湘宁。不过时间到点哦，抢下首局的情况来到次局，在0比0的情况之下，得点对得点还是比较多。所以2比0是由红方拿下了胜利啊。哦，这场赛事虽然我们看到现在2个选手，可能差距没有特别明显，就可能几公分，说到他们几公分差距，但是红方在这个情况之下打起来算是冷静沉着，而且距离的拿捏感算是很不错。是，我想教练一定有给予一些战术的指令哦。对对对，我在第一个回合是一直把分数压到最后4比0抢下来，到第二个回合的话也是靠着较多的得点收下胜利。各校也都带来了他们的这个旗帜哦，还有团徽来到现场。下一场比赛也很快就要迎来啊，也同样是女子组的赛事。在今天的话，也跟各位观众再次报告，女子组的赛事的话，在国中部分今天有49公斤、52公斤、55公斤跟59公斤4个级别的赛事。换言之，男子组的赛事也同样是有4个量级，从55、59、63到68哦。好，双方护具穿戴整齐啊。不过讨论到量级这个事情，就其实也是有一些可以去特别讨论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在国际赛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可能是我们以少年少年来算的话，就是说他因为算体重也算身高嘛。对。你可能说今天你算一个体重，我们假设今天我们取最低。在144公分，它的 maxima 跟 minima， 它最重体重可以到43，但最轻可以到32。是。那如果说，我有听过一些选手，或是说就是家长会反映说，这个上下限比较高，就说同样身高的情况之下，上下限比较高。对。这样，那教练你怎么看？我想因为世界跆拳道联盟定这个规定哦，其实就是为了不要让这个少年的朋友有去降太多体重的这个部分，因为大家为了这个身高的优势，对，所以在体重的限制上，可能就会做一些控制或是控管。对对对。因为在少年的部分，它其实营养是非常重要的。对，当然做这个降体重啊，或者是一些饮食的控管的时候，相对于他的发育，我想会有影响。对对，当然这个因为选手也正在发育嘛，所以当然他用的是身高跟体重来做这个这个限制。对，因为毕竟刚才重点了，就说不当的减重或增重，就说这个会是比较关键的，因为处于成长阶段。回到赛事18秒的时间，两边同样是0比0开局，连续好几场赛事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对赛上面的话都是开赛前半段彼此试探 ，jumping and bouncing， 最后10秒，55公斤级的赛事，青方李品泉跟红方的巫少言。来自平镇国中的巫少言，巫少言是在去年全中运，在他的量级当中是第3名啊。那最后双方也是平手，但是红方选手的得点比较多一点。其实尤其女子组，尤其女子组，比较容易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对，双方的攻击频率不是那么的高，那动作比较单一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可能得分都是一样的，然后最后要比较点数。对，就算是男女子组别之间的这个赛事特性差异是，所以确实我们看到这几场赛事下来，出现到就是说0比0情况去比较点数得点的，也都是属于女子组的赛事。两边出脚次数不多，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谁先得分的话，就占有很大的优势。没错。哦，
哦，裁判给予两边都这个消极攻击的一个犯规，所以各拿1分。对对对，不加不减哦，还是平手。对，但也是提醒两位选手要多点尝试做进攻。持续示意要做进攻，43秒。距离缩短，吴少言，红方去做尝试，是中端后脚旋踢，没错。这样子压力就给到青方选手，3比1，2分差。倒数5秒。对，在一个前脚侧踩。中端得手，再加2分，3+2，5比1领先。在这样赛事的话，红方2比0收下了赛事的胜利啊。是。确实来到女子组别的赛事哦，这个更多时候我们越来越常看到，就是较劲细节、较劲得点，而且并且是可能说开局一半的时间在试探，然后随后一半的时间慢慢的发起攻势。对。其实就很容易造成前面双方是平手，但是只要有任何一方先得分之后，因为另外一方要积极的追分嘛，对，反而有更多的空档，造成这个对方又有得分的机会。话锋一转，再一次回到这场比赛，接续是轮到男子组的赛事。在现场，新营体育馆的话，其实选手、家长跟教团的人数是没有减少的哦，是人还是蛮多的，必须老实说。那当然的话，也是小朋友或是家长们都辛苦了，那也很辛苦，就是包含裁判老师，还有说每一位工作人员呢，因为毕竟5个场地的赛事，然后裁判要秉持专业执法，对，同时要去维护整个赛事的顺利进行哦。是，对，而且裁判也是要非常专注的在场上。互相测试踢击，来为隔了一阵子再次回到赛场的男子组别赛事做一个开头。鞠躬敬礼，向彼此、向裁判跟向记录人员。这场比赛即将开始啊！比赛开始。阳光国中的张建安青方对上是埔里国中的林冠廷红方。近身的内挂，3分有红方。不过这一下2分来到了青方手上。是，那红方选手现在有一个出界。3比3战平，正拳没有。再一下正拳，对，其实很明显可以看到男子组的比赛啊，跟刚刚女子组比起来，节奏其实是差蛮多的。那刚刚红方选手做一个近身上端内挂的动作，但是分数没有跳出来。红方申诉。对于选手来讲，这个时候，这个挑战申诉时间呢，又或者是说乃至于这个机器或仪器的故障，都是很好的休息时间。对对对，都要把握。这以前我看会有的就是可能测试护具踢击，然后来去技术性的举牌哦。现在还可以，现在不行。现在你只有第1回合能够说我要测试护具。对对。那以往因为很多教练在最后关键的回合，可能大家节奏很快的时候，突然举这个申诉牌说要测试护具。对对。那现在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发生，如果你在关键回合举牌，那申诉
这个测试护具，但是如果护具正常的话，也还是被没收，而且是要给予一个犯规的。哦，是有代价的。对对对。不过合理啊，因为毕竟如果第1个回合没有问题，2、3回合不应该有问题。是。所以现在只有第1回合，如果你说要这个护具的测试的话，是 OK 的。画面回来，7比6领先是蓝方，在距离把控上，刚才先是一次把对手逼出界外。张建安。哦，非常漂亮啊！一个上端再接一个中端的空中动作。哦。红方前脚上端也有哦，9比9。对，正拳，没错。但是给予红方选手一个抓篮的犯规。哦，在一个内挂上端。我刚才透过犯规跟正拳拿下2分，结果现在反倒是分数被对手追平了。但是裁判认为他有先抓篮的动作，哦，那比较可惜了。对，所以那个就要取消掉，分数就要取消掉了。不然的话刚才是反超的。是。红方再次处于落后，现在蓝方14比9。哦，尝试后旋，差一点点。倒数时间到点。哦，这一下无论出界与否，但是分数都绝对够哦。是14比9，在这个回合的赛事，两边就打出了极为高张力且强劲的内容哦。哦，这个真的是很考验选手在场上的反应跟适应能力哦。刚才那一下，这个心情3温暖哦。对。原本是12比12追平哦，结果随后的话，因为犯规在先，分数取消哦。这13比12领先哦，后来的话是分数被取消，12比12 ，sorry。好，第2回合，国中男子组55公斤级赛事。中端有林冠廷。这一下屈前正拳，但是没有。2比2。是在一个中端，前脚的上端，但是差一点点。逼到边人位置，转个身，再回到中场。对，双方相互来往。哦。8比8，这一下3分加下去。红方选手在上端的得分率很高哦。把握度不错。对。所以目前优势来说是红方的选手。哦，在一个上端，中端防住逆势反超，3分拿下，11比8，在第2个回合。我在刚才首局纵使丢失哦，不过第2局打出了这个强势反击。对。对，看得出来第2回合双方的节奏就有慢了一点点。对，我想这个对体能是非常大的考验。哦，这绝对是的，而且男子组的特性，刚才我们也有提过，是这种中端连段攻击频繁出现哦，很考验选手双脚衔接能力，还有这个进攻企图心、欲望以及体能哦。第3回合决胜局，开局先来一个2分中端，红方。尝试后脚旋踢。哦，正拳有。3比0领先红方。
裁判认为新方选手踢太低，不得攻击腰部以下。对，但刚刚红方选手一个很漂亮的后踢但可惜没有得分。中段有蓝方，对哇，不守分上端再踹倒地出界，但是分数上7比2，5分领先。是林冠廷红方倒数26秒的时间。对，青方选手在追分的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上端哦。刚才倒地那一下分数要给到对手1分，不过不加不减，这一下对手也被放倒。然而看到在分数上面刚才也是有所追进。对，那红方选手认为他有踢到上端，所以要看一下这是不是一个3分哦。是，刚好这时间双方选手都可以稍作休息。第2局其实后半段已经略显疲态了。对对对，确实2位选手在场中都是要双手撑膝因为毕竟这个赛事消耗的体能非常大。两边不断的去做这种连贯的进攻动作。来等一下这个关键的重播挑战，看一下刚才3分的上端是不是能够做计算。这个时候选手的心情是放空多还是紧张多？其实基本上是放空的，放空多，对，除非教练有给一些战术的指导。我想也是，因为毕竟这个也只能等结果。对对对。那尤其又在这么累的状况下，刚才我们看到重播画面，不过我们还是等这边正式的结果。因为这个上端应该蛮关键的所以裁判要非常仔细的确认。蓝方的张建安来自阳光国中在2013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他是55公斤级的第5名从第1排到第7名的话，他是第5名当时的话是代表桃园市。反复的回看对，确保说在给分上的正确性但裁判认为没有踢到。对。双手比差，2分差，15秒，第3局。逼退屈前，再给正拳，红方分数不算，但是到5秒阶段，最后5秒。倒地，哇！这下蓝方再给对手1分。9比6，不过重心有稳住林冠廷是10比6，再拉开，至少需要2个中端但是时间到点，并没有留下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做进攻2比1，红方是成功拿下这场比赛真的随着赛事推进，我们真的可以看到，就是说，不管说男女子组的赛事，男子组打的张力，还有说这种就是竞争激烈性是越来越高；女子组的赛事较劲更多的细节，更多的得点。而刚才的赛事 highlight， 哇，这一下不得不说，虽然最后是出界倒地收尾但是连段的攻击打得漂亮。今天在刚到体育馆的时候，我一进来我就被这个现场所有大小选手给就是
这个怎么讲震惊到吗？就是说我一进来我就看就是一排墙壁，每一位选手就可能说像刚才我们有聊到这个小选手帮大选手做拉筋、做伸展，然后做一些简单的练习哦，就真的不夸张，就一整排大家都在备战。对。所以我想这个氛围非常好，大家为了这个比赛赛事做准备了。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看这种体育赛事吧，就说它有2个面向，一个面向的话就是说赛事的观赏性，这个赛事本身；那第2个面向的话就是说这个赛事给人的氛围感。是，所以我觉得能够在就是说这国中阶段了，就今天我们只有国中赛事嘛，国中阶段看到说就小选手们能够在这种赛事的观赏之外哦，团体氛围还有说这种练习氛围能够这么的好，其实是觉得蛮不错的。是。好，持续为您送上是男子组的赛事啊。到今天呢，第2天的赛程，就正式有比赛第2天的赛程。33号的话，各位观众也可以听到，就是说陆续有比较多的选手，就是说不管说在去年的少年锦标赛，或者是说就是在全中运打出不错的表现，拿奖夺牌，或者是说有所得名哦。那今天的话，推进到赛事哦，来到5点6点，那势必是张力更高，而且选手的不管说是实力排名，又或者是说就是内容技术更靠前了。好，双方选手来到场上，稍等一会，但是不影响赛事。新福国中尤凯成，蓝方要来对战是红方花岗国中的王红军，在这场国中男子组55公斤级的较量。国中男子组55公斤级哦，在去年的话，尤凯成是51公斤级，在全中运的话是第3名哦，也是代表新福国中。很快就出现了红方的申诉。对，刚刚一个前脚的上端攻击。伴随赛事推进，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申诉情况出现。那为了让观众有统一的这个认知理解，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来解释一下，就是说申诉成功与失败的结果，以及说可以延续的情况？因为其实每一场比赛都有一张申诉牌，那当你成功的话，当然就可以继续保有那个申诉的机会，至多1次。对，但是如果你失败1次的话，那你在这场比赛接下来就没办法做申诉的动作，就直接没收。对。刚才的画面回放，对，那裁判认为是有踢到的。所以这3分灌下去，让花岗的红方王红军3比0领先。中端左右打击没有。对，但是双方现在节奏已经加快了。对。这一下转身，重心没站稳，好在最后有维持住。对，但刚刚青方选手应该是转身动作做完，不知道有没有倒地哦。对，但裁判没有给予他判罚的犯规，所以现在红方选手要做挑战申诉。对，刚才那一下的话是直观上看没有明显倒地了，就说有踉跄。那至于说详细的细节，我们还是透过 JAR 来看一下会更清楚。是，最主要看他的手有没有摸到地板。因为我们倒地的认定就是这个双脚第3个部位之外，对，只要触摸到地板，其实都算倒地。就双脚2点之外。对，有可能你膝盖跪下去，其实也是算的。那在规则上说，
我们很推广转身的动作，所以现在只要转身动作你有踢到对手得分的话，那倒地是不会给予犯规的判罚的。对，因为这个就是鼓励选手去尝试高难度动作。对对对。这一次红方的申诉，刚才有看到，就是青方尤凯成转身过后的这次亮相。我们再看一次，转身没勾着，哦，那手有没有碰地？我想这应该是蛮明显的。是。对。但有时候可能裁判的角度或是可能速度太快了，所以就没有去注意到。嗯。哦，在第一个回合双方热机不久，现在就先冷冻一下。对，申诉成功，所以必须给对手一个犯规。哦，所以这一分是要拿下的。是4比0，王红军。好，来分开再打，前后脚变宽，再做转身，这一下来到近身的位置，中端、上端再给。红方王红军打得够凶哦。对，但是裁判认为他有先抓人。犯规的动作不算分哦。2下，这一下蓝方差点摸到头，不过好在有闪过。6比1领先，还是在王红军手上。哦，前脚的下压得分。再加3分，9比1，倒数6秒，中端再有没有问题，但是蓝方的上端没有计算，11比1，在第一个回合10分的差距是由红方王红军拿下。是，在刚才申诉过后，快打旋风哦。然后红方选手在得分啊、控制、距离的掌握都非常的好。这气势不错。是。不过蓝方的话就比较可惜一些，因为刚才在申诉之前其实就3分差距而已，那到最后变成双位数的比分差，其实就短时间内比较可惜哦。对，最后的30秒时间在刚才。第二回合 Round 2，有一个前脚的上端。红方再一次是提出申诉。对，因为这次比较明显所以裁判就很快会给分哦。对，直接判决3比0，1分18秒，第二局赛事。哇，这个中端后脚漂亮。对，声音够响哦。前脚的侧踩得分。中端没有纠缠，分开再打，44秒。青方选手很可惜刚刚空中2脚其实是有踢到了但是可能磅数不太够。青方选手一直在尝试要转身。对。这前后脚交叉预备动作，对，中端、上端再打，红方。红方选手的得分的效率其实很高。对，我刚才上端没有，不过中端先有2分，8比2情况之下，现在6.99秒。
虽然让蓝方追了2分下来哦，是，不过5分差，9比4。对，中段有得分，现在2分差。哦，很聪明哦，因为3分差回避上端，直接起跳。所以在这场比赛的话，2局2比0，我让红方拿下这场赛事哦。是，而且第2局应该说1局后半段到2局其实都蛮好看的、哦。是。休息。就要迎来是冠亚军的赛事组合名单的话，我们稍后揭晓。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欢迎回来，在刚才简短休息5分钟过后，现在的话再次回到了台南的新营体育馆哦。在今天12点半开打到现在的话是2点50分的时间了，我们来持续为您送上是各量级的赛事哦。那因为我们是每个量级打下去了，所以很快的话冠军战也就会慢慢的都迎来了。是。所以虽然呢，这是我们今天讲大概第4次了吧，但是不得不说，我其实真的很佩服这些选手的体能哦。这一天要把所有的赛程打完哦。对。好，两边的选手女子组的赛事都到场边 stand by 了。在今天113学年度的全国中等跆拳道锦标赛啊，对打的项目跟各位观众再一次报告：国中男子组4个量级，55、59、63跟68；国中女子组49、52、55跟59。在今天的话，2个组别，然后4个量级，各4个量级，合计是8个的冠军战。那在今天是陆续诞生了。那随后的话，在明天是品试，后天再回到对打。不过从国中跳高中，3个量级，高中男子跟高中女子各3个。而随后的话，到3月16号星期日的话，就是在最后一天的赛事，是会有国中男子跟高中男子跟高中女子合计有5个量级的比赛哦。那不过的话，主要重点转播是在这3天的时间，3月13、3月14跟3月15哦。好，回到赛事，在转播场地的话，看到两边的选手青方、红方都已经是陆续来到场上了。国中女子组49公斤级的赛事，建兴国中的黄世金对上是平镇国中的潘千涵。两位选手在前面我们都已经是有看过了，熟面孔、老面孔了。在这场比赛的话，要来做个较量，分出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哦，这场赛事，这个老师自己平时看，可能说我们看就是晋级赛跟冠军赛，是老师自己觉得说这最大的差异是什么？当然了，选手的技术水平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对，氛围吗？还是说是心情？哦，当然心态上也有所差异啊，因为毕竟谁赢了谁就冠军嘛。对，对对对。那其实也知道说能够打到冠军赛，双方实力其实也是都是有一定的实力的。对，那可能谁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失误让对手得分，我想这就很关键了。哦，这场比赛就很关键了。1分10秒钟，在第1回合，两位选手在场上全力奋斗，场边的加油团也没有弱下来。到目前为止的话是0-0的开局，1分钟剩下。黄世金是上一届112学年度全国中等跆拳道锦标赛的这个量级啊，49公斤级的第2名啊。不过就系统我们来看的话，其实蛮不一样的哦。因为在上一届赛事的话，排名第2的黄世金是代表台南市复兴国中哦。就系统显示啊，同样是在49公斤级的量级，在今天他对上是平镇的潘千涵，红方。最后10秒。仍旧是0得分，这个时候的话就要来算了。是，目前青方选手是优势的。时间到点，那换言之的话，也就是由点数上取得优势的青方拿下首局的胜利啊，1-0。对，那除非双方点数也都是一样的情况下，就会由副审以及主审啊来判断说谁是比较积极进攻的那一方啊，来给予这个那一回合的胜利。哦，这时候就是裁判要上场嘛，对，然后用手势去做出就是胜负宣判。没错没错。好，第2回合 Round 2比赛开始。相较第1回合前半段，来到第2回合，两边在进攻端的企图心更强烈。国中女子46公斤级至49公斤的冠亚军之赛，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为场上选手加油！2-0率先得分的是蓝方的黄世金。
一局在握，进罚2局，现在分数快速叠加7比0，到目前为止50秒时间再打2分中断有9比0。这场赛事来得快，去得也快，13比0，在第2回合，哇，蓝方的建行国中黄世金是直接分数胜了平镇国中的对手啊。对，哇，这场比赛在第2回合是戏剧性展开哦，跟第1回合差很多，双方都是僵持，都是0比0哦。但是第2回合马上这个连续的攻击哦，取得胜利。所以这个不得不说，就是这个也不是反驳啦，但是必须老实讲，就是说作为这个亲身观赛啊，就是说自己去看这个赛事来讲，其实现在的跆拳道真的还是很好看。是。方式不同，打法不一，或者是说就是制度上面有所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选手的拼劲。对。那其实好看的地方就在这边哦，让大家一直连续的做攻击哦，连续的做得分。这个如果大会有除了这个1、2名颁发之外什么最佳连击、最佳连段奖的话，我们可以立一个黄世金，可以会是不错的参赛人选在刚才戏剧性的结束了这场赛事看到平镇国中的教团也在场边好的，很快下一场女子组的赛事再一次是回到场中来继续为各位观众送上。信义国中小黄雨欣对上凤鸣国中曹明婷，52公斤级国中女子组的赛事，在这场比赛两个人也要来分一个胜负。在刚才两位选手都是有登场过了，我们都看到两位选手在技术水平上面都确实不错。虽然在我们现在画面平视过去看的话，身高上面有一定落差，是不过可能身材较矮小打出瓶颈，身材较高的去控制范围，各有优缺，各有劣势。这场比赛胜负也不好说，我们来持续看。对，就要看双方选手谁把自己的优势掌握得到最好。因为从前面的比赛可以看到，青方选手对这个前脚的控制是很好的。对，那红方的选手就喜欢打近身的攻击。2分先拿，蓝方黄雨欣。2比2战平，红方也得手。45秒。近身的得分。那现在青方选手应该是出界。青方的黄雨欣在去年全中运是49公斤级的第3名所以也是实力不俗。不过目前的话，在分数上是处于劣势，2比7，5分落后。青方前脚的侧踩得分，对，2分中端。首局倒数14秒，3分差。示意进攻近身之后再拉开距离，需要一个上端来做追分，不过反倒是红方率先得分，9比4。比较可惜后面在追分的环节的话是有心做，但是没分拿。所以首个回合的话是由红方拿下。我们来看一下。对，很明显的，其实双方选手形态是不一样的。那青方选手因为他具有身材的优势，所以他会比较擅长在这个前脚或是距离远的时候做得分或是攻击。那红方选手身材比较不好的情况下，他就是利用步伐移动以及很快的移动速度，然后再近身去做得分。对。这个赛事的看点跟较量点之一就是如何截长补短，最大化发挥自身优势。是。
哦，这一下1分是直接送给了红方的曹明婷了。对，青方选手一直做抬脚，但是没有做攻击的部分。对，这个规定的话是空中连击4次，或是抬脚超过3秒。对，或者是说他抬脚，但是没有做这个踢击。对，要有进攻动作。对。青方教练举手要来做申诉啊。对，应该是刚刚前脚有一个上端的攻击。好，青方的申诉时间在第2回合，1分03秒剩下。来看一下申诉的结果如何。我们来看一下刚才的慢动作重播。应该是在更之前。哦，这一项教练已经举手了。对，应该是在更之前还有一个这个前脚上端。哦，裁判是认为有踢到的。对。回到场中，宣布结果，3分加下去，现在形势反转，3比1领先的是青方的洪雨欣。45秒，前半段时间已过，进发后段被逼到边缘的位置。对，红方选手相当积极，不断的去 pushing， 去给对手压力。对，中段，对，近身中段得分。他知道他自己的优势是在近身哦，所以一直在朝对方靠近。对。哦，3比3，哇！这一下脚直接上去上端了，3分加下去6比3。对，非常漂亮哦！前面一直在做中端的近身哦，最后这一次做进去之后做上端。没错，倒数6秒，6比3，优势在红方曹明婷手上。青方的洪雨欣要想办法快去做追击，最后2.3秒时间，至少必须要有一个上端。是，但是时间到点比较可惜哦。举手振臂，红方曹明婷是击败了对手青方的洪雨欣哦，在这场赛事2比0哦。首个回合精彩的打击，次回的赛事哦。进攻端的企图跟实质的打击效率仍旧是维持高档。来看一下，确实在身高上有劣势的情况之下，打近身对手破绽多，更好发挥。对，所以红方选手相当的成熟以及聪明。下一场赛事也是到场边热身了，同样是属于女子组的赛事。在上一届的全国中等学校跆拳道锦标赛，合计有超过1200位选手参赛，759位的男子选手，468位的女子选手，合计1227位的选手同场角逐各组别各量级的胜利啊！新的一年，新的赛季，这场比赛的话，持续来看是女子组别的赛事。带着教练的加油以及打气来到场上。青方的金溪国中陈千羽对上是红方平镇国中的巫少妍。国中女子组55公斤级的较量。刚才提到巫少妍是去年全中运的对打项目该级别的第3名啊。好，双方碰拳。比赛开始。那其实从画面上也可以很明显看到，双方身材上也有一定的差距。对，跟上一场赛事也是一样。
仍旧维持0比0，1分钟的时间。拉到晋升的位置，不过分开再打。对，青方选手虽然他跟刚刚一样，另外一个红方选手身材是劣势，但是他策略就比较不一样。但这边很可惜出界。1分给到红方的吴少言，不过随后2分的中端在对陈千羽蓝方。看到这个时候，对青方教练的要求要测试护具，对。那刚才有提到，就是首个回合是可以的。对。好，回归原位。就刚才测试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哦。是。接着开打，3比2领先的红方。吴少言，刚才被对手近身拉近距离之后，有效打击，分数反超。这一下双方皆倒地。对。但是因为先倒地的是青方的选手。算先倒地者，4比4，4秒钟。第一个回合红方在倒数阶段了，持续逼退对手，那最后的话分数上面是相同的，是就要来比较了。对，但是因为青方选手如果是这样子平手的话，青方选手他的中端得分是比较多的，对，所以他会是胜利的那一方。但是因为目前现在红方选手认为在最后有踢到上端。所以刚才我看到是红方的申诉，对，我就要来检视一下。对，所以这个申诉非常的关键哦。成功与否就相当于这回合的谁获胜。没错。稍待一下画面以及是裁判的结果，但最终双手比差，哇，这一下就比较可惜了。所以首个回合1比0，胜利是给到了青方。对。所以我想青方教练也是有给这个选手一些针对性的战术哦，毕竟他的身材是比较劣势的那一方。当然，这个也是2个方面了。教练战术下达指示够清楚，同时选手也要敢打能执行。是，最主要还是选手执行的效果如何哦。赛事开始，2比0，领先的是红方的吴少言。是。这一下到上端有8比0，近身缠抱到边缘的位置，逼退再压，身形上的优势让他知道在第2个回合必须要打出他的霸气。是14比0，超过12分的分差，吴少言是直接拿下第2回合。第一个回合纵然丢失，但第2个回合知道自己的优势在哪，所以就像刚才老师讲到，就是说首个回合身材上有劣势，但是打近身拼，然后敢抢，但第2个回合反过来吴少言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对，因为红方选手他知道第1回合跟他
跟对方这个节奏比较慢的时候，他其实是比较吃亏的哦。对，所以在第2回合他节奏加快，而且很多的上端的攻击哦。Round 3决胜局1分半的时间，要来决定这一场的胜方是谁。国中女子组55公斤级的较量。刚才提到吴少妍，除了全中运的成绩之外，在去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哦，他个人是在该量级哦拿下冠军哦，所以于他来讲的话，绝对不会是好惹的对手。哦，不断的压上去、挂上去，并且给予对手压力哦。是。有一个后脚的中端，也有。哦，把距离维持在自己适合的范围之内，这一次再一次逼倒了对手吴少妍。对，而且相当的积极。领先，而且不守分。对，刚才蓝方顺势2分拿下，7-2。不过加上1分的站位上端，领先的还是吴少妍。再加3分上端，10-2。对，是。再次逼出界外，分数来到13-2哦。14-2，最终的话是超过12分了。对，所以再一次的话是在第3局的赛事哦。吴少妍是成功拿下，在第1局丢失，但是第2、第3局有打出极为强势且强劲的表现哦。这个真的就是选手在场上解读比赛、适应比赛，跟就是实际发挥教练战术执行以及整个心态调试的完美呈现。是。因为现在每一回合其实开始都是从0开始的，所以在调整上就要自己非常快速的去做改变。第2个回合之后，不断的透过双脚去拉开彼此的距离哦，而且把对手控制在射程范围之内哦。对，屡次逼到边缘的位置，最后迫使出界。确实哦，伴随着时间的推进哦，跟各位观众先前讲了是没有错的哦，赛事张力、刺激度跟竞争性一步一步往上叠加哦。接下来的话，在女子赛事告一个段落，接下来要迎来的是男子组别的比赛，当在转播场地要来为您送上。其实教练也很辛苦，因为今天我们看教练席的都是熟面孔，是就一个教练带可能说数个学生哦。那其实教练的心脏也要非常大颗哦。对。而且刚才我们有讲到嘛，调试心情，选手每个回合结束，无论输赢，调试心情，教练也是。对。每一场比赛结束，每个学生都当作宝啊，前一个输了一定会难过嘛，对不对？但下一个回合要迅速调整。看到在青方这一侧，赛前的话，教练也是跟选手做，不管说是战术上、心情上的各种提点了。当然，我们是以这个方向去做出发了，那实际内容我们是听不到的。可能说在刚才我们有讲到嘛，赛中的时候，那老师会按照说就是可能对赛第1局或第2回合的内容去做提点。对。那如果说在赛前呢，除了战术之外，可能也会让选手心态上有所调整，对，因为有些选手可能他比较容易紧张，对，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安抚他的情绪。确实哦。然后或者是给选手多一点的信心。对，就是心理层面上的加持。是。看到这场比赛，国中男子组55公斤级较量，埔里国中林冠廷对上花岗国中王红军，两位选手在前面也都有登场过。好，比赛开始，1分20秒。两边在开赛的话，频繁出脚，量测距离，并且尝试进攻。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仍旧0-0。
中端2次没有，上端也没有。哦，这一次有点危险哦，好在蓝方有守住。是，双方都相当攻击相当的积极哦，但是青方有一个离开后的攻击，所以裁判给他一个犯规。对，这个要给1分给对手。近身的缠斗，分开再打。15秒，第1回合。这个要追分绝对是没有问题哦。哇，结果反倒是被对手回马枪，2分中端。哦，这个就比较可惜哦。但看到红方这一侧哦，应该是没有。我比较可惜，在刚才的话是先是一个离开攻击哦，给到对手1分，最后的话中端再被对手得手，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两方的实力是差不多的。嗯。就其实比赛也有它的这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说我们看很多时候实力相近的选手打，有的时候是高张力高得分，是有的时候是低比分，但是就是都较劲之后就是枝微末节。对。0比0，从头来过，第2局赛事。哇，连段的攻击，但是没有算分哦。对，都很可惜哦。双方的这个防御都非常好。对。交换位置。哦，要积极进攻，但这一下是直接踹倒了对手。对，这个两端的侧踩非常漂亮。2分踩下去，加上1次的出界。sorry， 刚才的出界。现在2分有。对，青方选手近身的旋踢得分，但是又一个出界。2比2平手。倒数15秒的时间，画面中的王红军，红方在去年的话是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在那个量级当中的话，他是排在第7的位置哦，也是榜上有名。是，哦，这个上端对上林冠廷也不好惹。这个时候看到在右侧画面中的红方教练区，这个时候很快的去做举手。对，申诉这个上端的攻击，没错。出了红牌，来看影片了，就要来看一下说，刚才这一下结果如何？哦，侧边的画面，如果就上一次的这个上端打击来看的话，应该是有。对，没错，而且裁判也是认定是有的。对，没错。那这样子就换红方领先了。形势反转，3分领先，倒数2、1。最后的进攻时间，哇，这一下没能够打进啊，比较可惜。王军5比2，哇，在第2局的赛事有一些惊险，但是没有大碍拿下。在这场比赛的话，2比0收下了比赛胜利啊。是。这个虽然选手就说1年的比赛也不少，对，那可能说常常会在自己的量级当中碰头彼此哦，但是其实就可能。感觉下来，还有说听起来的话，就是说，在国内啦，就是说可能说国中层级赛事至少情搜上面的话，其实也是有其难度的。
对，因为选手蛮多的，那你也不一定会确定碰到哪些选手。对，所以其实大多还是以现场的这个对手的状况，在前几场打的状况为主。对，而且我听选手讲的话，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一个比赛嘛，就我们看。哪怕打到3个回合，加上在开场跟离场的话，我们满打满算8分钟的时间，但是可能8分钟的时间看80分钟去做观摩，对，就土法炼钢的这种去观摩的方式哦。是。好，那在现在的话，跟各位观众报告，待会要进入到是各个量级的冠军赛事。那在进入之前，我们先稍作休息5分钟时间，我们再次回到比赛现场。
欢迎回来，再一次是回到是台南的新运体育馆了。全国中等学校跆拳道锦标赛在今天呢，是持续迎来各量级各赛事的较量。在今天的话，国中的男女子各有4个量级的赛事。我看到在现场的观众哦，至少就我们看这个栏杆边是只增不减哦，因为大家都要来见证说今天各量级的冠军得主是谁哦。好，看到这场比赛，国中女子组59公斤级的赛事，幸福国中的王乐对上大园国中的温馨。哦，温馨的去年赛事我也有看到哦，这个也是个人的实力发挥不错，两个人都是只有2个字的名字哦。来看一下这场赛事，双方较量的结果如何？2位选手都蛮冷静的。其实我很多时候我都在观察，可能说就是选手在赛前表情变化上面的话，我都会发现跆拳道选手的特性就是面部表情不多。对。1分20秒，比赛开始第1回合的赛事。哦，裁判示意要做进攻哦。哦，这一项犯规行为是直接给温馨1分哦。对，他认为这个青凤选手比较消极，避战。对，但是青凤选手马上还一个正拳，1比1。打退再进攻，这一下蓝方被逼到角落，但是又给正拳。是。王乐连续2次强力的中心打击，2比1领先。对，可以看得出来，青凤选手他的移动步伐其实很好哦。虽然红方选手一直积极的前脚攻击，但是都能够去移动，但是这下不小心被踢到了。对。分数上形成逆转，3比2，温馨。1分领先，倒数10秒，蓝方趋前，双方分开再打。对，青方需要更积极的做抢攻。没错。时间要到点了，必须要在时间之前有效打击哦，但这一下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没错，所以3比2的话，在第1回合的赛事，红方是逆势取胜。刚才蓝方其实在进攻端2记的正拳打得很扎实哦。是，但是他如果要获胜的话，我想需要更多的攻击去做搭配哦。就除了我们讲进攻端的这个连贯性在跆拳道赛事之外，就是组合上面。变化性上面的话，也会是讲究的重点。是，因为你只有单一攻击的话，其实很容易，对手也会知道，然后去锁住你这个动作。没错。幸福国中教育团全力帮王乐加油！现在双方再一次是形成纠缠，分开再打1分15秒的时间，在 Round 2的赛事。一样是0比分的开局，上半段的时间过去，最后30秒，首位局进发2局的温馨，这一场比赛在第2回合不能够打得太温馨哦。25秒的时间，目前仍旧是两边0得分。上前要想给正拳但是没有。但优势是在红方这一边。
得点上的优势，第二次正拳的尝试也没有。哦，但是中端拳踢得分。哦，这一下非常关键了。对，双方互击，对，红方选手是做上端。在刚才分数率先给到青方的幸福国中王乐之后，很快红方这边教练是提出了申诉。这一次的挑战就相当关键了，因为我们看到画面中的话，剩余时间只有0.28秒，这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完成有效攻击的。是。来看一下上端的位置，但这一下左脚的接触面会是在对手的左侧脸，对，比较难去看到从这个角度。这一下的申诉就至关重要了。我们再来看一次啊，换一个视角。哦，就要看第一下这个脚趾头有没有去碰到头盔。嗯。但是当下下脚之后的话，其实选手就已经是先暂停就有示意了。对对对对。所以他自己的感觉是有，那随后教练也有挑战，而且申诉成功。哇，这一次的话，关键了，是，这就关键了。3分下去，3-2，再一次取得领先1分的优势。时间到点，确实如我们所说，没有办法完成一次有效的进攻哦。对，但是，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先稍待一下。场上可能是这个按分的工作人员跟这个主审在沟通上需要确认一下。是。对，因为从刚刚画面上来看，主审还没有给继续比赛的手势，但是这个计分的按分的工作人员秒数就已经按下去了。嗯，这就是如果有的话，就时间上错误了。对对，就必须要拉回刚刚的0.28秒。对。1分的得分方式是违规行为或正拳，2分要中端至少。0.28，这一下尝试全力以赴了，但是没有办法。首局赛事拿下次局的话，再以3-2关键的申诉成功，最后3分灌进，也成功以2-0的局数比拿下。温馨在这一场比赛第2回合。心情上面没有喜三温暖，但是跌宕起伏一定有啊。对，但我们也是要给幸福国中的选手啊，给予鼓励以及肯定哦。嗯，王乐，我在刚才至少在那个3分关键上端之前侵略性、企图心，而且就实质打击上，包含在第1回合我们看到2记的正拳在追分环节是，其实都是发挥的相当不赖。是。就是刚才这一下关键的上端攻击申诉成功，3分拿下，温馨。在现在的话，跟各位观众报告，台南的新营体育馆的话是在场内设有是5块的场地那从早上开打的话5面全开，到中午的赛事的话也是持续进行那现在的话，就目前的工作人员以及是场地的配置上，其他4面场地是已经暂时没有比赛了。那主要的赛事都会集中到现在我们的转播场当中。在下场的赛事，接下来送上是男子组别的较量。平镇国中刚才有看到道服上有写平镇也算是台湾在应该说。不管说是桃园市或是平镇，都算是台湾在跆拳道人才产出的一块，就是重要地了。就是因为其实桃园的话，就我所知，不管说是体育班、道馆，或者是说就是这种训练的俱乐部，算不少。是，就桃园在发展跆拳道体育这一块，算是蛮用心的。嗯，那也很多这个优秀的选手都是来自于桃园市。对。59公斤级的较量，国中男子组，平溪国中，看到在青方。现在要来交手到他的对手红方的平镇国中。
双平对战。近身的缠斗，调整一下，分开再来。两边都有去做打击，但是都没有办法成功算分哦。45秒的时间，在这个时候是蓝方青方提出了申诉。对，有一个前脚上端。嗯。我这个时候就要来透过画面检视了。好，看到刚才的画面。这一下选手自己也有表示哦，是。好，那就要来等一下挑战的结果。在第一个回合，前面45秒过去，平镇国中领先对上是9份子国中小的翁杰义。翁杰义的话，在去年的全国青少年跆拳道锦标赛。是在59公斤级该量级当中的第3名啊。当时的话，他是代表台南市的体总跆拳委员会。双手比叉代表这一次申诉是失败作收哦。中端有哦，是近身得分。因为红方选手其实刚刚就一直在尝试近身的攻击。25秒逼退被反逼退，再一次回到场地中心。红方手套的部分调整完毕。处于落后，确实在读秒阶段的话，进攻更加的积极。对，但红方选手其实这样有点危险，很有可能对，确实被判了。因为刚才沉退的脚步是比较明显的。是，而且我们也希望选手在领先的时候就不要为了守分哦，然后就没有去做攻击哦。好在刚才在分数上哦，2比1，所以是有1分的扩大。然后再次回到赛事场地，蓝方领先，红方是翁杰义。第2局比赛开始。这一下中端。尝试近身的攻击，蓝方这个时候是获得违规行为的1分哦。对，攻击腰部以下。上端，果然还是要关键打击啊！3分拿下。
20秒的时间，3比1领先的是红方的翁杰毅。这一次中端再尝试，红方举手，可是没有，分数是给到蓝方。对，青方一个上端的得分。哦，这一次又被判了1分了。对，规避比赛，所以现在优势换到红方这边。哇，这个距离不够，所以没有办法。即使是大跨步飞身要去做攻击，但是无奈让翁杰毅红方的选手在最后的关键时刻是成功撑住了，也拿下了这一场的比赛胜利啊！刚才是双手拍击地面哦，振臂也替自己宣示这场赛事的胜利啊！这场比赛就我们看男子组的赛事来讲的话，分数上得分不多，对，但是可能两个人在试探、踢击，还有说很近的这种可能说比拼上面的话，确实我们都有看到。对，因为两方选手擅长的动作不一样。那可以看到青方其实对于他近身非常有自信哦。不断的去做缩短距离哦。对。但最后这一下时间就不够了。是。其实各位观众不要忘记哦，这是国中组的赛事。对。所以今天我们看了，不管说是男子、女子的赛事哦，打得再激烈，或者说打的就是再精彩哦，大家都要记得，这还只是国中层级的比赛。往上高中组的赛事，在随后天的比赛为您送上的时候，整个赛事的氛围又再次提升了。不是说可能说有高有低，而是说都一样精彩，只是打法上跟内容上又会更不一样。对。因为相较于国中来说，高中生一定比较成熟嘛。对，所以在动作表现上已经比较纯熟一点。对。那可能说我们讲到年级嘛，从国小、国中、高中，我们就讲这3个年龄段好了。就说教练的想法跟选手的想法，伴随年纪的推进，不同阶段占比会是怎么样去改变？当然，因为从国小，是一个基础养成的阶段嘛，所以其实国小是相对给鼓励比较多一点。对，那国中开始有体育班，那开始有点需要竞技成绩，当然不是那么的重要。对，相对高中来说，那到了高中发育到一个阶段，我想教练给的训练量以及一些指令也会更加的要求。对，因为当然了，进入到国中的话，就是体育班慢慢的要接触到正规式训练。是。双方护具测试完毕，握手。向双方以及裁判和记录席鞠躬致意，在这场赛事看到男子组的较量，59公斤级的比赛，63等整，比赛开始1分半的时间。蓝方是平镇国中的黄宗焕，跟红方是国风国中的江月成。分开再打。回到场地中心。到目前为止的话，两边尚未得分。不过进攻端的话，两边都是有不错的企图哦。是。双方的特性其实蛮像的哦，都是以前脚去攻击。中端有2分进入，是国风中红方江月成的口袋中。再来个中端，蓝方还以颜色。示意要做进攻，最后10秒钟的时间，2比2。对，但现在优势是在蓝方选手这边。被逼退，双方互踢，彼此做连击。对，但是青方选手出界。这个边界的距离感，一个不小心没把控好哦。是这个，当然选手自己也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位置在哪里。
所以首个回合在刚才2比2焦灼的情况之下，反倒最后0.97秒，红方靠着是对手的出界违规哦，拿下这一分。我们来看一下。其实开赛两边都是频繁做尝试哦，踢击技术的话也是彼此互换。那只是可惜说在最后那个边界形成出界，就真的是比较可惜了，因为这个选手像老师讲的，自身在这个边界的距离感要拿捏住。对。上端的攻击，蓝方尝试，这次有。红方还以颜色。是。连续2局的赛事都是你一拳我一拳，彼此的互相去做肉搏战。赛事节奏稍微放缓。在攻击上的话，两边仍旧是不断去做尝试。不过到目前为止的话，就两边3比3上端都得手之后的话，尚未有分数进账。但是红方选手就看一个抓，这个时候被抓下，给对手1分，然后好在自己够争气哦。对，前脚的侧踩得分，2分的终端拿下，现在分数优势，而这一下倒地哦。对。虽然平手，但是优势还是在红方选手这边啊。就失之打击得点多。互踢，连击得分，7比5，领先变成蓝方。黄宗焕时间不够，这脚没上。第2局的赛事来到这最后倒数阶段，也同样是龙争虎斗。对，我比较可惜就是说，可能看到在刚才就是说，应该不是说就仅限于这场比赛，就是说在互相得分换拳并且高得分的赛事当中，可能一些比较非受迫性或者是说违规失分就比较可惜。是，尤其在关键的时候。Round 3第3回合的赛事正式开打。金方黄宗焕对上的是红方的江月成。道夫的裤管整理好，比赛继续。第3回合前半段的时间已经过去，最后45秒。对，双方都格外的小心都是要寻求精准打击哦，而且避免自己露出太大的空档。对。这一下违规行为被判，给到红方1分。对。裁判介入，分开再打，但是这个时候同时也判了红方1次，所以两边在第3回合都是透过对手的违规分拿下分数1比1。那现在优势是在青方选手这边，没错。别人的位置要把控住，这一次不能够再出界。但是裁判应该是要给予犯规。
没错，对，没错，这个面向确实是要给犯规哦。是，哇，这一下就可惜了，这一下就可惜了，所以是把胜利让给了红方国风国中的江月成哦。那青方的平镇国中黄宗焕就比较可惜了，在这一场的赛事，我们就讲技术水平，其实5-5开，对，两边打的都是你一拳我一拳，你一脚我一脚，但是就我们讲说这种违规失分，确实在青方这一侧的话是失血比较多，是，那这个确实有影响。纵然今天我们不是打总分，我们是打3个回合制，但是也要知道说，纵使再微小的1分，那但凡来到赛事末段了，1分是领先，6分也是领先，对，12分也是领先。我看到刚才的画面。两位选手其实都很勇于，也很敢去给对方挑战了，但刚才最后那一下时间是不够了，没有办法再去做最后一击的尝试。是。看到在画面右侧下方的布条也是有写全名没有看到，但是有看到是来自桃园的代表队伍哦。刚才提到桃园的话，道馆训练馆俱乐部多嘛，那平镇国中的话也算是跆拳道的这个人才来源主要来源之一哦。是，这平镇国中除了棒球打得好之外，跆拳道也打得非常好。对，因为其实像桃园的国中端就有非常多在发展跆拳道哦，包含平镇国中，也有幸福国中、清溪国中，还有像大园国中，还有一些国高中其实都有。在这场比赛为您送上是国中男子组68公斤级的赛事，国风国中青方的范君伟对上是东山国中红方的陈信。陈信旭。在赛前的话，就是刚才我们在前面开赛没多久就有提到，就是说在现在哦，选手的护具穿戴上面呢，就是要求啊，就第一个一定要是紧实啊，绑得够紧。那在现在的话，场边画面没有带到，不过可以看到画面左侧下方的话，两位选手是把护具脱掉重穿哦。对，因为不同的量级，它护具有不一样的尺寸。对。那刚刚应该是这个工作人员在穿护具的时候尺寸穿错了。对。在这场男子较量，现在场边的话，同样在2楼看台也都是围满了前来加油支援，以及包含刚比赛完的选手。因为毕竟我们有讲到，这个全国中等学校跆拳道锦标赛，它就是属于全中运的前哨战。是，今天会碰到、会看到、会面对到的对手，都很有可能会是你在未来赛场即将要去交战的对手。对，没错，而且场地也是一样，在这个新营体育馆举行。比赛开始，青方的范君伟对上是红方的陈信旭。中段的攻击，这一下扎实，但是没有分。缠斗分开，继续打。第一回合45秒的时间剩下。到目前为止，最后30秒，两边仍旧是0得分。而在这个时候，对红方
的护胸有一点状况。赛麦第一时间的话去协助调整了。好，比赛继续，倒数27秒。中端的尝试没有，对，洪方选手一直在尝试后脚旋踢。哦。最后5秒。对，但是得点的话，新方选手是比较多的。对，要注意哦。0.32秒。那到目前为止的话，这个时间基本上是启动就结束哦。所以就首个回合的赛事来说，这个0得分的开局跟结束，两边在对赛上面的话，其实试探跟谨慎在前半段的话来的时间是比较短一些，很快就进入到就是实际对赛。是，那只是说在有效打击上面的话，可能分数没有办法挣得哦。在今天国中男子组的赛事，从55公斤级到68公斤级哦，从最低到最高，在今天的4个量级当中，现在这场比赛的话是为您送上最高量级的比赛，68公斤级第2局的赛事。而在这个时候 ，stop， 又是护具的问题。是。好，调整完毕，比赛继续。好，分开赛打，第2回合最后1分钟。连续2次，一次中端，一次上端，不过都没有成功打击，最后来补一个正拳哦。蓝方在进攻端很积极，但是这个时候再次是护具的问题哦。是，因为系统会自己侦测，如果护具有问题的时候，它就会马上暂停。这其实也算是就是电子化的好处。对对对，就说电子给分的话，因为过去的话我们传统护具就是裁判给分嘛，是。那但是电子护具的话就是客观给分，一个叫主观，一个叫客观。这一下的话，两边双方连击，上端的攻击没成蓝方，但是有打中，是后脚上端旋踢，但红方的正拳也有得分。但在这个时候倒数17秒的时间，正拳只有1分，还有2分的差距。对，后脚上端，随后上端的还击4比3，反超比数。在这场赛事的话，在倒数最后20秒的时间，两方是换分如换血。但红方积极的晋升，中端、上端再打，8比6领先的是蓝方，现在逼退到场地边缘，出警戒区，来到警戒区哦。1.74秒，最后这一下竟然。哇！看到我们身后的计分器9比8是有打中了，是，他最后1.74秒一个后脚上端旋踢得分哦。这个真的就是不得不说落实了什么？不到最后1秒绝对不放弃哦。是，其他球类赛事是球不落地永不放弃，而跆拳道是时间未到点不能先认输。对，哇，太精彩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哇！要尝试专注中单攻击，结果没有想到左侧这一面被对手逮中上端机会。是，所以这也就代表着这个2位选手加班加时，第3回合
对，那其实这对青方选手也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啊。那刚刚因为他领先2分，剩1.74秒，对，其实有可以出界利用犯规给对手犯规，自己犯规给对手1分。对，因为这个你的口袋是有分数的。对，因为剩1.74秒，他其实可以退出界，那给对手1分，他还是领先的。第3回合，关键的决胜局，青方范俊伟对上是红方的陈信旭。好，再一次自动侦测。这个情况可能会是为什么？就是说连续4次了，就是说护具发生就是侦测异常的情况。对，我认为啦，因为从早上比到现在，那个电子护具的电池量可能稍有不够。对，所以它才会比较容易这个中断。确实哦。好，双方都有一个消极攻击的犯规。没错。哦，这一下给的够猛，我想去进攻上端。哇，对这个正拳，但是只有一个裁判给分哦。正拳必须2位裁判都有按分，这样才会构成得分。对，如果3位裁判配置要2位，2位的话就2位都要。是。再一次回到赛事中心，这一下要打中上端，红方积极尝试，随后的话是分开再打，8.1秒，8.01秒，连击换脚，在优势应该还是在青方选手这边。对。双方都得分，这一下3比3。连续2边在终端的攻击都有得手，但是在最后的胜方2比1，蓝方是拿下了这个回合跟比赛的胜利哦。在这场赛事的话，也算是今天我们看下来到目前为止各场比赛当中算是峰回路转的比赛。竞速是第3场第几儿，请大会所有的工作人员。那当然了，也辛苦这2位选手了，包含这2位选手之前我们看到，不管说是其他4面对赛场地，又或者是说我们转播场地的每一位选手，在今天的表现真的是无话可说。那当然，我们可能在开赛的时候，因为毕竟这个轮数靠前嘛，可能说选手在对赛的张力跟竞争度上面的话是慢慢叠高的。但是确实来到后面的赛事，我们看到在画面中精彩 highlight。2个回合都是在读秒阶段的，关键的上端或中端攻势来去决定分数走向以及比赛胜负。在今天3月13号的日程当中星期4的时间，全国中等学校跆拳道锦标赛的话，赛事是转播，我们先暂告一段落。那待会的话是颁奖的典礼和仪式，在此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5分钟，我们准时回来。
瘦几公斤？60几，70左右。哎呦！第一场地集合，请穿着整齐的道服。我也是啊。你什么大场面没看过哎？应该给嘛要做颁奖人，啊，他嘛我个领带，啊，车顶嘛，安尼带迄个吧。袂啦，像安尼袂啦，你西装下来，安尼袂啦。我们请颁奖官员做完。几招？国中女子组49公斤级，第1名建新国中黄世基，第2名桃园市平镇国中潘千涵，第3名桃园市阳光国中小王以恩，第3名和顺国中杨桂玲。这个奖我们请中华中小学跆拳道联合总会会长林德昭为我颁奖。本次赛会，林德昭林会长有帮各位选手争取第1名的选手有精美的背包以及刀裤1件。
北市凤鸣国中曹明婷，第2名彰化县信义国中小黄雨欣，第3名嘉义县立竹崎高中叶安佩，第3名和顺国中汤宇珍。我们请中华中小学跆拳道联会总部会长刘国文刘副会长为我们颁奖。国中女子组55公斤级，第1名桃园市立平镇国中巫兆妍，第2名桃园市清溪国中陈千宇，第3名台北市立仁爱国中洪香怡，第3名新城国中林品璇。我们请本次大会竞赛督导林清一林教练为我们颁奖。国中女子组59公斤级，第1名桃园市立大园国中温馨，第2名桃园市立幸福国中王乐，第3名新城国中林雨柔，第3名新北市茂名国中郭雨倩。我们请本次大会竞赛管理委员罗玉莲罗教练为我们颁奖。国中男子组55公斤级，第1名花岗国中王红军，第2名埔里国中林冠廷，第3名台北市新竹国中尤凯成，第3名桃园市阳光国中小张建安。拿了吗？还没，对不对？昨天我们请本次大会竞赛管理委员罗美丽罗教练为我们颁奖。没有放进去拿，只是我们在找不到。
59公国中男子组59公斤级，第1名台南市9分子国中小翁简义，第2名桃园市立平镇国中林以谦，第3名台中市立大道国中陈诚，第3名桃园市立阳光国中小黄宇威。我们请中华中小学跆拳道联会总会会长林科昭林会长为我们颁奖。国中男子组63公斤级，第1名国风国中江月成，第2名桃园市立平镇国中王宗焕，第3名永康国中曾义豪，第3名吉安国中李爱碧。我们请本次大会副会长刘博文刘副会长为我们颁奖。接下来，国中男子组68公斤级，第1名国风国中范君伟，第2名台南市立东山国中陈新旭，第3名南岗国中李奇旭，第3名台北市立人文国中高恩长。我们请本次大会竞赛督导林庆英林教练为我们颁奖。
下来我们颁发团体成绩，国中女子组第1名，桃园市立平镇国中；第2名，桃园市立幸福国中；第3名，新北市凤鸣国中。代表，快来，派代表。拿国中的，拿国中的，拿国中的。麻烦以上3个单位派代表进入至颁奖台。凤鸣国中的新北市凤鸣国中。我们请竞赛管理委员罗玉莲罗教练为我们颁奖。接下来颁发国中男子组团体成绩，第1名桃园市立仁和国中，第2名花莲县国光国中，第3名桃园市立平镇国中。这个奖我们请大会竞赛管理委员罗贝利罗教练为我们颁奖。国风国中。李晨，我没有穿队服。好，欢迎回来。那在今天的话，3月13号星期四的赛事哦，也就暂告一段落了。在国中男女子2个组别的赛事，合计18个量级的比赛，也就是正式告一段落，也分出了是冠亚军以及是第3名的成绩哦。那在这次赛事的话，到今天为止也辛苦了这2个组别8个量级的所有选手，无论是男女生都是哦。而在今天的赛事哦，其实也很感谢，就是在看到我身后的比若乳清蛋白运动补给饮料。选手除了在场上是打得精彩、打得刺激之外，同时在场下也不能忘了是补充能量，毕竟赛事很辛苦哦。那在今天的转播工作的话是暂告一段落，明天还有品试的赛程在12点半要来持续为您送上。我是朱光涛，在身旁是邀请到刘伟霆教练来做专业的赛事讲评，谢谢教练，谢谢主播，谢谢所有的观众以及辛苦的制作同仁，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赛事再会，拜拜。